好歹也是君家嫡女，下场竟如此凄惨。另一名家仆说罢，一脚将军十月踢下了万丈悬崖。月光下，滔滔河水卷着已经断息的少女向圣灵宫奔流而去。启禀尊主，圣灵宫方圆数里已清理完毕，保证尊主今夜不会被打扰。今夜是尊主渡劫的日子，情节。无尽欲火是世间3大奇火之一，不会烧人身躯，却会迷人心神，最大限度催动某种不可描述的渴望。然而子夜时分，我操，他不是被雷劈死了吗？堂堂21世纪特工，鼓舞天才啊！他穿越了，轩辕大陆、大周国、天越城。原主也叫君十月，天越城4个家族之一的君家嫡女，天生没灵根的废柴，性格懦弱，智商堪忧，受尽欺负。偏偏有一门好亲事，4大家族之楚家的独苗少主楚凌风，从小就与他定了亲。然而楚凌风并不喜欢他，反而与他的堂妹君飘飘情投意合。傍晚，2人合伙给他下了药，偷偷绑去青楼，想毁他清白。原主绝望之下，直接撞墙。这是干嘛呢？玩自焚？帅哥别怕，我很温柔的。说罢，饿狼一般扑了过去。老天给安排的美貌解药，岂有不用之理？烈焰之中，不尽旖旎。好吧，他承认一开始的确是他先上的，可是后来他的药效已经解了，他却还是不肯放过他，不知焰族般正面反面翻来覆去，一遍一遍的索取摧残，直到天将破晓，火光才彻底熄灭。君十月瘫在神坛上，感受呀，无论如何，你帮了我的忙，我也付了你利息，我们就算扯平了。扯平？抢的真简单。谁？女人，我在你的丹田里。你是什么东西啊？我不是东西。不要误导我说这种贬低自己的话。老子名唤血皇，是天外神兽，意外坠入这轩辕大陆，寄居在你的丹田里，这是你的荣幸。神兽？我怎么没看出来？具体的以后再说，当务之急是赶紧逃！你睡了帝释家，再不跑等着死翘翘啊！帝释家？就是你刚刚睡的这个男人，圣灵宫之主。方才他在无尽欲火中渡劫，原本以他的心性修为，能在欲火中坚持住，天亮便可攻城。可谁知道你呀，你害他渡劫不成功，功亏一篑，等他醒过来逮住你，你又死得很惨。帝释家，那是帝释家，你知道他的修为有多恐怖吗？你知道他的性情有多傲娇诡异吗？整个轩辕大陆没人敢碰他一下，可你却把他给睡了呀！所以趁着他没醒，请迈开你的腿，赶紧跑啊！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君十月已经开始跑了。他用的是前世就炼成的神行天风步，可以隐匿气息，瞬间移动。反正昨夜帝释家并没有看到他的容颜，他也没留下任何线索，他就不信他还真能抓到他不成。恭喜尊！鲁字尚未出口，一股强大的灵力突然横扫过来。哇！刚刚要恭喜本座什么？尊主，我……你如何？尊主，属下愿意性命发誓，昨夜绝对没有外人闯入。哦，如此说来，昨夜的女子是出自圣灵宫内部了。女子？昨夜那种情况，难道说尊主跟人家那个了？尊主，您快死我吧！你的命暂且留着，将那个女人找出来，本座要亲手弄死她。圣灵宫内竟然藏有女子，此人定是女扮男装，才逃过之前的排查。给我查，脱了裤子，挨个的查。左护法大人，之前就是这样查的，的确都是男的。不可能，本护法的结界不会出问题。至你丫到底是谁呀？我恨死你了！有人在背后骂我。君十月，你居然还活着！好，听你的意思，好似我应该已死才对。难道是你偷偷对我下过毒手，却没想到我能活过来？别胡说，你个废物，本小姐连看都懒得看你一眼，为什么要害你啊？莫不是你看上了楚少主，但他却是我的未婚夫，所以你才想除掉我，自己好有机会嫁给他？你给我闭嘴！情绪失控，尖叫着扑了过来，而下一秒，冒着热气的汤面已经连汤带水的飞到了他眼前。你怎么如此冒失？好端端的泼什么面条？凌风哥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看来楚凌风对君飘飘也不见得有几分真心，如此薄情寡恩，简直是渣男中的战斗机啊！好了，不过一点小事儿，都不要再吵了。君十月，我一大早出门，就因听说你昨晚夜不归宿，想去君家问个清楚。楚少主，我去了哪里，跟你有关系吗？如此说来，你是承认自己彻夜未归了？是又如何？我楚家是名门望族，地位崇高，要娶的必须是清白女子，别忘了，我们还有婚约。哦，如此说来，能当你楚家的未婚妻，是件很幸福的事喽。那若有人欺负你楚家的未婚妻，又当如何？自然要加倍教训回去。楚少主刚刚也说了，我还是你楚家的未婚妻，不可容人欺凌，而他却对我又打又骂又泼面汤的，若叫外人看去，只会觉得楚家无能，连未婚妻都保护不了。楚少主可还记得元宵节那夜，你在城外北山上做了什么？
此言一出，楚林峰如同五雷轰顶，脸色骤然大变。说来也是巧合，元宵节那天，原主被军飘飘逼着去北山采药，眼看着楚林峰与一群蒙面人交易，贩卖人的灵根。在轩辕大陆，贩卖灵根是死罪。转身扬手就是一个耳光，狠狠地扇在了军飘飘脸上。军飘飘始料未及，被打得一个跟头摔了出去。她既是本少的未婚妻，自然不能任人欺凌。你看，我已经替你教训她了，保证以后谁也不敢欺负你。那个，时间不早了，你要回家吗？我派人送你。帮我踢下板凳，谢谢。突然，一道金光从圣殿中射出，准确地击中了辉夜脚下的板凳。救命！救救我！辉夜挣扎了半天，终于咔嚓一声，树枝折断，整个人也随之跌落在地。戏做够了，就随本座去天月城。啊，尊主要去天月城？他在哪里？辉夜一愣，骤然明白过来，尊主法力无边，那个女人既然跟他有了肌肤之情，身上必然会残留他的灵犀，数日不散。而尊主当时命令他去找人，也不过是愤恨之下随口一说罢了，原本也没指望他能找到。好的，属下对天月城十分熟悉，这就为尊主引路。天月城西山脚下，君姑娘，好久不见了，今日桃花美酒，共饮一杯如何？云公子，原主记忆中有这个人，云千兰，云家二公子。云家乃天月城4大世家之首，相传云千兰几年前就已臻7品境界。一个雨夜，原主生了大病，无人照管，只能拖着高烧的身子自己出门买药，结果昏倒在半途。恰好云千兰的马车经过，将他带到医馆，让大夫诊治，才捡回了一条命。虽然只有这点过往，却足以让原主终生铭记。云千兰几乎是唯一曾对他好的人。那我们既然是好朋友，你一直叫我云公子，也太生疏了吧？这不然该叫什么？云千兰微微一笑，论辈分，我也算是你的兄长，或许你可以直接称呼我为千兰哥哥。千兰哥哥跟那木山儿一个叫法，太肉麻了好吧？不如我叫你云兄吧，简单又顺口。也好。两道人影正暗中观察。尊主，那白衣少女就是她吗？帝释迦没有开口。尊主，依属下看，他们只是普通朋友。帝释迦沉意一声。尊主，您想如何处置他？一掌拍死，就太便宜他了。帝释迦的眸光微微一转，落在云千兰身上。辉夜心有领会，此人就交给属下来处理。说罢，黑袖一扬，3枚暗器锐啸而出，直袭云千兰。云兄小心！云千兰身形一晃，毫不犹豫地飞身追上。辉夜的目的本就是引开他，眨眼间，两人便奔到了数里之外，留下君时月一个人在原地等待。而此时，帝释迦的眸光幽深莫测，一步一步，似是一时兴起。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身姿形貌已然发生变换，妖艳如血的夜帝长袍变成了白衣翩翩，正是云千兰的模样。永世没想好该如何处置他，便先以这个人的身份接近一看吧。这么快就回来了？眼神又冷又深，识海里血皇神兽也打了个哆嗦。我的妈呀，这眼神可真恐怖，吓死宝宝了。那个云兄，你没啥事吧？谁许你叫这么亲切？这是搞什么啊？叫云兄很亲切吗？你刚刚还让我叫你千兰哥哥呢。好吧，云公子，刚刚是谁偷袭你？你没摔伤他吗？怎么，你很关心我？我们是朋友，我关心你一下，不正常吗？只是朋友？帝释迦盯着他的眼睛，阴森森的反问。当然啊，只是朋友。我靠，这云公子怕不是中邪了吧？气质大变，说话莫名其妙的。那个，我看好像要下雨了，今天怕是抓不到九色鸟了，我就先回家了哈，再见。站住！咋？你还有事吗？留下来，陪我赏月。帝释迦冷冷吐出几个字，不是邀请，而是命令。赏月？君时月满脸问号，一滴雨珠突然砸落了下来，真下雨了。哎呀，下大雨了！你看咱们都没带伞，还是赶紧回家吧。话音未落，却见男人凭空伸出手，掌中皓光一闪，已出现一把奢华精致的伞。过来，你很怕我？有点。既然怕，就乖乖听话。过来。那一刻，他严重怀疑云千兰八成是被什么妖邪附体了，而且还是他惹不起的妖邪。既然惹不起，就不能明着违抗他，只能先顺着对方意思再做观察。然而下一秒，他竟明显发觉头顶漂亮的伞大幅度地向自己这边倾斜了过来，挡住了飞溅的雨丝。两人共撑一把伞，他却没有举在正中间，而是往他这边倾斜的。君时月突然有些感动，心里蓦地涌起一股暖意来。从来没有人这样呵护过他，那是一种被人格外珍惜的温暖。雨雾如画，勾勒出两人迷蒙的剪影。无边夜雨中，他静静地为他撑着伞。那一刻，君时月陷入了争冲。前世他一直孤零零的风里来雨里去，如今第一次体会到被人护在身前伞下的滋味。眸女内心百感交集，所有的忌惮和恐惧都随之烟消云散了。如此善良体贴，不是云公子还能是谁啊？
君时月瞬间觉得自己之前多虑了，哪有什么要挟附体啊？想必是云千兰在林中遇到了麻烦，心情不好才会神态异常。走吧。男人磁性的嗓音在耳边响起，君时月竟骤然感到心跳漏了一拍。夜雨潇潇，氤氲起某种暧昧气氛。伞下的两人沿着河岸缓缓而行，这么近的距离，彼此的衣袂在夜风中飘舞着，摩擦着。君时月甚至能感受到他的呼吸，不禁莫名的紧张起来。云公子，你这样对我有意思吗？哼！话音未落，帝释迦捏着他下颚的手倏然一抬，俯身就狠狠吻下了。那动作很粗暴，该死的女人居然认不出他来。今日他完全没有掩饰自己的气息，他却还是认不出来，对他的气息全然无感，是从未将他放在心上吗？他是不是忘记自己睡过他了？满脑子只有那云公子。突如其来的变故，君时月惊呆了。俊雅高冷的白衣公子突然做出这种禽兽行为，某女只觉得天雷滚滚，莫名其妙。帝释迦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按住他的手腕，将人亲身压在榻上，吻得更深了。君时月彻底震惊了，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已被男人压在榻上肆虐。狠厉的吻带着摄人的气势，凡人的修为太可怕了，两人的修为的绝对差距让他连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手臂却还撑在他身体两侧，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身下的少女。他的眼神邪命而黑暗，温雅的外表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乱人心神的邪肆魅惑。放开我！你他妈疯了吗？那个大哥，我的意思是，咱有话好好说，不要乱来。你到底怎么了？我说过，别再叫我云公子，这个名字我不想听。但那就是他的名字呀，他自己的名字他却不想听，这不是有病吗？一个称呼而已，就算你不喜欢，也不至于这么激动吧？你到底想做什么？哼，我想做什么，你能阻止吗？云公子，对不住了。猛然挥手一扬，一片浓白烟雾对着男人的脸喷洒而去。你好大的胆子，敢对我用这种东西！我也是一时情急。你说实话，你今天是不是被人下了催情药？你想多了，是你先惹我生气，我不过给你点教训而已。一道金色的灵息窜入他的眉间。这是护身灵咒，有了它，以后谁也不能再碰你，一下都不行。准确的说，是除了他之外，谁也不能再碰。我靠，那我不是变成刺猬了？你凭啥给我设这种东西啊？你这样我以后还怎么嫁人？你还想嫁人？当然啊，以后若是遇到相爱的男子，为何不嫁？我们只是朋友，你没权利如此限制我。快解开！不可能，想嫁人，你在做梦。君时月心念一动，镜中缓缓出现了一个人的影子。那是一张美到惊心动魄的脸，脑海不自觉中闪过那一夜的摧残。终于相信本座了。君时月顿时吓得跳起来。你怎么会说话啊？意外吗？帝释迦透过镜面与他慵懒的对视，声线邪魅磁性。哼，只要本座想，没什么是做不出来的。君时月已经目瞪口呆，大脑都快宕机了。为什么别人在镜子里都只是一张画像般的容颜，这个男人却会动，还能跟他对话呀？害怕了？你对本座做了那种事，现在才害怕？晚了。你怎么知道是我？你化成灰，本座都认得。那你又是怎么找到我家的？哼，比起这些问题，你更该关心自己的性命吧。那个帅哥，那晚的事情纯属意外，你就全当什么都没发生，赶紧翻篇吧哈。何况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再追究也没用啊。谁说没用？本座可是准备将你生吞活剥，以此泄愤的。哎，不对呀！如果大魔头帝释迦真的找到了他，为什么不直接走大门进来，反而从镜子里吓唬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你还笑得出来？你给我闭嘴！我刚刚反应不及，居然被你给骗了。你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帝释迦。此魔镜与我心意相通，能展现我内心所想之人。换而言之，你不过是我幻想出来的假象罢了。还在这吓唬我！说罢，还伸出手在帝释迦额头上作死的弹了弹。死女人，竟敢对本座无礼！我就无礼了，你能怎么的？你是因我的意念而生，只要我改变心意，你就得滚蛋。君时月说罢，便闭目凝神。根据这魔镜的原理，魔镜是受他心念控制的，只要他将帝释迦逐出意念，他的脸自然会从镜中消失。还要自欺欺人吗？我靠！说好的镜中影像会随他心思改变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魔镜出 bug 了？死女人，你在做什么？我在检查这魔镜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会突然死机，一直卡在你的页面？住手！晃得本座头晕。怎么还在？本座其实是帝释迦留在镜中的一点灵石，带着他的意念，自然能与你说话。帝释迦的灵石？为什么他的灵石会留在我的魔镜里？这面魔镜曾经属于他，后来被他送给了别人。你可知晓，他触碰过的一切东西，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触碰痕迹？
这位灵石，请问你现在跟帝释迦本尊还能联系上吗？我的意思是，你已经找到我了，他能因此知道我在这里不？暂时还不知道，以后就说不定了。既然你只是一道灵石，那要怎样才能将你抹杀？哼，你故意激怒本座，可知后果？若是帝释迦本尊来了，老娘还会惧怕3分。但你并不是他，你只是一个除了动嘴什么都做不了的灵石，跟我丹田里的二哈有一拼，老娘会怕你吗？血皇神兽在丹田中暴走，老子不是二哈！死女人，本座迟早要将你……砰的一声，他的话刚说到一半，突然有一床棉被凌空盖了过来，将整面魔镜连同他的脸都盖了个严严实实。眼不见心不烦，这回可算清静多了。早睡早起，明天还得修炼呢。夜深了，更阑人静，罩住那铜镜的棉被随着时间流逝，悄无声息地滑落下来，盘旋中化为一道魅惑众生的人影。他一步一步走到床榻边，仿佛要掐死他。然而下一秒，他的手腕终究一转，纸被从他脸颊上慢慢的、轻轻的划过。少女睡得很香，身子却是蜷缩着的，看上去小小的一团，好像很没有安全感。他垂眸凝住着她，很久很久，最后面无表情的抬手帮她掖了掖被子。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君十月独自住在西风堂，君家似乎彻底遗忘了他的存在，连个送饭的人都没有，倒也过得自在。唯一不爽的就是镜子里帝释迦的灵石，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讽刺他、威胁他、恐吓他，反正没说过一句好话，态度自然是特别傲娇、邪肆又霸道。正面魔镜已经被他彻底占据了，已经无法再显现别人，永远都是他的脸。如此打扮粗陋了，男人都比你精致。若是不会梳头，本座可以教你。哼，论发型，我的确比不过你。你个妖孽，长得好看也就罢了，还死命的打扮，能不能给别人留条活路啊？是吗？你也觉得本座好看？我又不瞎。你若有本座一半美貌，本座心里也能平衡些。不是我说你，你有的时候吧，跟我家二哈真的很像，都无比狂妄，自大的要命。血皇神兽在识海里暴走。说过多少次了，老子不是二哈，不是！不要拿本座与他相比。咋的？跟老子比还委屈点了？老子好歹是神兽，而你只是一道灵石，连兽都算不上。他的话还没说完，突然有一道金光从镜中射出，笔直的射入君十月丹田。血皇神兽好像被人猛地捂住了嘴，顿时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人说话的时候，低等动物不要插嘴。是人吗？你根本就不是人，好不好？二小姐，今日是家主的寿宴，夫人让小的带你过去。好，你先回去吧，我收拾一下，稍后就到。血皇忍不住开口：什么情况啊？过去的宴会都是你想去也不让你去的，今天怎么还上杆子来请你了？事出反常必有妖。君十月刚走到西风堂门口，今天的云千兰好像和之前不大一样了。哎，你呆呆的杵在这儿干嘛呢？君家主的寿宴尚未开席，我闲来无事，沿着竹林小径，无意间便走到了这里。你是不是精神分裂呀？什么？没什么。精神分裂是一种病，可他却不会治。既然帮不上忙，又何必多言？也好，只是寿宴上的人多势杂，你第一次参加，还是小心谨慎些为好。我知道了，多谢云公子。云公子3个字，他特意加重了语气。然而今日云千兰却没有什么反应，实锤了，云千兰就是精神分裂。君十月与云千兰一起踏入宴堂时，其他人大都已经落座，他的席位倒也算上位了，地理位置十分显眼，左邻楚灵峰，右邻穆天霸。寿宴很快开始了。嘿，君妹妹，这肥肉能丰体养颜，你这么瘦，可得多吃点。穆天霸凑了过来，视线瞄着他的胸部。君十月还没做出反应，一旁的楚灵峰也忍不住了。穆天霸，你他妈干什么？在他的意识里，他还没有同意退婚，君十月就还是他的未婚妻。我与君妹妹说话呢，没你小子的事儿，插什么嘴呀？哼，本少主就是看不惯你令人作呕的行径，影响食欲。哈哈，对了，听说你前日被君妹妹拒婚了，那是脸丢大发了，心情不好，才故意来跟我找茬的吧？本少主的婚约关你屁事儿！我就是看你不爽，穆家千年世家，怎么出了你这个败类？今天是鄙人的寿宴，几位就别再为一些不值得的小事争执了。来，喝酒喝酒。君家主，今日既然大家都在场，老夫也想问问，咱们两家的婚约到底还作不作数？既然君十月这丫头不同意，不如就……这桩婚约乃是家父与君老家主定下的，当年2个孩子还未出生，就已经指腹为婚，若是反悔，岂不等于违背祖宗？楚兄放心，我们君家也没有要悔婚的意思。好，有君家主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君十月冷笑一声，也不开口。君十月不理睬楚家父子，兀自伸手去拿酒杯。对面的穆山儿因为那杯酒上留有他设下的媚术。
你别碰那个酒杯。为什么？那杯上附着的灵力是春情月，只要沾到就中招了。春情月，那是什么东西啊？是一种经过特殊修炼凝聚出来的下三滥灵力，催情效果极强。你懂的。下一秒，你可能已经开始当众脱衣服。雪皇生怕军十月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又补充道：传闻当初大周皇帝的宴会上，有一位妃子就中了春情月，结果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自己脱了个精光，还自顾自地摆出各种不堪的姿势。哎呦，拦都拦不住，惹得龙颜大怒，最后被处死了。原来这就是穆夫人让他来参宴的目的啊！只是这种手段也真够下作啊！穆山儿死死盯着军十月，只见军十月神色一变，终于恢复如常，淡然拿起了酒杯。军十月将是整个天月城的笑柄，如此放浪不堪的女人，云间兰也将嗤之以鼻，不会再有丝毫喜欢了。军十月考虑刹那，手指一动，春情月的灵力如数从神界中射出，笔直地射向了主位上的穆夫人。今日的局，穆夫人脱不了干系。穆夫人毫无防备，穆山儿只告诉她如何安排军十月的座位，剩余的计划却不肯仔细跟她说，只是说让她放心，等着看军十月当众出丑就好。这时，楚凌风端着酒壶走过来敬酒了。穆夫人捕捉到了这近在咫尺的、充满了年轻和力量的男子气息，顿时如同久旱逢甘露啊！祝君伯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也祝穆夫人。话还没说完，穆夫人突然站了起来，身子前倾，一把就握住了他的手。楚凌风瞬间石化了，整个人都僵在了那里。这是干啥呀？穆夫人拉着楚凌风连连娇喘，上半身已经越过桌案向前凑了过去，红唇拼命地嘟起来，去亲楚凌风的嘴。楚凌风一脸懵逼，连躲避都忘了，整个人就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有穆山儿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一个可怕的猜测出现在了脑海里：穆夫人这种表现，分明是中了春情愿啊！但这怎么可能啊？中招的应该是军十月，才对啊！混账！一掌轰向了楚凌风，楚凌风早已呆若木鸡，丧失了反应的能力。这下被军鹿还拍了个正着，闷哼一声，整个人都飞了起来。谁知穆夫人抓他抓得太紧了，竟跟着楚凌风一起呼啦啦地飞了出去，咕咚的一声，面对面地摔在了厅堂正中央的空地上。女上男下，这一摔不要紧啊，穆夫人终于是如愿以偿，严丝合缝地亲上了楚凌风的嘴啊！楚凌风白眼一翻，竟昏死了过去。我去，这春情愿也太给力了吧！荡妇，放开我儿子！穆夫人闷哼一声，衣不蔽体地跌了出去，然后才不甘心地昏了过去。穆少主见多识广，可有看出穆夫人被害的门道？顾慕中的根本就不是迷药，而是媚术。穆山儿更像是被雷劈了一样，他差点忘了，他这个混账哥哥不仅了解春情愿，而且还明白其中的道理，也知道该如何找出施术者。穆山儿惶恐的神态，军十月尽收眼底。众人正心有余悸，却见穆山儿突然喷出一大口鲜血，昏倒在了桌案上。云千古忽然开口：君家主此举恐怕不妥，在座的都是贵客，让大夫当众验身，实在不合理解。何况楚家之人已经离开，只查验剩余的人也不公平。云家主说的是，那此事我回头再调查吧。云千古回到家，就将弟弟叫进了书房里。千兰，你是不是喜欢君家那丫头？喜欢这个词太重了，我对她只是好奇而已。她不是个好姑娘，你必须离她远一点。你可知我方才为何要阻止君陆海给众人验身？哼，席间我看得清清楚楚，分明是军十月将春情愿的灵力射向了穆夫人。那丫头生得白净脱俗，想不到竟会修炼如此下作的法术，还用她当众陷害主母。这等人品作风实在令人不齿。我看出你待她不同寻常，十分爱护。若是君陆海真的当众查验将她揪了出来，我担心你会一时糊涂，为了护着她而与君家产生争执，方才出言阻止。军十月没有灵根，所以不是他。就算除去这一点，我也相信他不会去修炼所谓的媚术。但我分明看到他将一道灵力射向了穆夫人。当时那种情况，他不转嫁于穆夫人，又该转嫁给谁呢？全家以往的宴会从来不让军十月出席，今天显然是故意为之，让他坐在楚凌风和穆天霸中间，摆明着就是要给他找麻烦。这样的安排，穆夫人脱不了干系。身为一家主母，竟然对一个女孩百般算计，穆夫人才是真正的令人不齿。罢了，我说不过你。话说回来了，你打算如何处理镜子里那个第10家的灵石啊？老子已经快受不了他了，自从他出现，老子天天做噩梦，就没睡过一个安生觉。我也是，要不今晚我找个地方挖个坑，把魔镜连同他一起埋了。入夜，你要带本座去哪里？去找一个没人的小树林，然后……你倒是会玩，但本座只是一道灵石，没有身体，无法与你欢爱。要不本座试着召唤第10甲本尊过来？你在说什么骚话？我带你去小树林不是为了做那种事。那你是要做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他已经决定了，一定要挖一个18米深的大坑，把这个妖孽彻底埋在地层深处，让他永远也看不见天日。啊，好烦呐！这回老子总算能睡个好觉了。你会后悔，埋了他，你会后悔。小兔崽子，你到底是谁啊？在这胡说什么啊？我是君独优。哦，原来他就是君家螃蟹一脉那个小怪物呀！先天心脉残缺，大夫说他活不过16岁。君家家大业大，除了嫡系外，还有很多旁系分支，有些散居在外，有些则和嫡系一起住在君家主府。但旁系子女没有任何权利，地位跟家仆差不多，甚至还要跟着一起干粗活。雪皇这样一说，君时月也想起来了。你刚刚说我会后悔，是什么意思啊？我不过买点东西，有什么好后悔的？你很快就会知道了，你会发现你在作死。你的病，姐姐我或许能治哦。是的，你的确能治，因为要治我的病，其实很简单，只要饮下无灵之血，就是天生没有灵根的人身上的血。讲真，你这个要求有点过分啊！要喝多少才能治好你的病？当然，如果你嫌放血入碗太麻烦的话，我直接去你脖子上喝，也是可以的。好吧，如果真能救你一条小命，姐姐我放一碗血，倒也不是不可以。是每天1碗，喝一辈子。你说什么啊？我原本活不过16岁，但若每天能喝姐姐1碗血，我就能继续活下去。那你还是去死吧。郡主，发生什么事了？还不是那个女人，竟敢将本座活埋！小米，辉夜彻底愣了，表情都凝固在脸上。啊，他的耳朵不是坏掉了吧？他听见了什么？那个小丫头活埋尊主？本座在送给她的魔镜里留下一道灵石，这些天屡次对灵石不敬也就罢了，刚才居然挖了个大坑，将魔镜连同本座的灵石一并掩埋，还建成坟墓模样。帝释迦语调极低，用能杀死人的语气沉声说道：你说本座是不是对他太纵容了？郡主，属下这就派人去把他抓过来，任凭郡主处置。不必了，本座亲自去听他如何解释忏悔，再亲手了结了他的性命。郡主，今夜是新月，此时就快到了，您万不可以动用员工，还是等到明天再。哼，处理他何须动用员工？红帐猛地一飘，里面的人已消失不见。辉夜跪在空荡荡的大殿上，捏了一把冷汗啊！哼，丫头，这回你是真的死定了。云千兰，这显然又是他的变态人格。你怎么来了？有啥事吗？想来就来，需要理由。那面魔镜呢？什么？魔镜丢了，估计是有人看它太值钱，所以偷走了。我这也正着急呢，心疼的不行，不知道该去哪里才能把它找回来。哎，真是不乖呀！魔镜又重新出现在桌子上，腰上忽然一紧。我告诉过你，这面魔镜不许扔，你拿我的话当耳旁风。一只手沿着他的腰际慢慢滑到了他身前心脏的位置。你这颗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这家伙居然堂而皇之的将手放在他的根本就是在说还一副很正经又神秘兮兮阴质摄人的样子。我去你大爷！君时月气急了，不知哪里来了力气，突然一把就推开了他。云千兰，请你自重。为了让云千兰彻底死心远离他，他心思一动，冷冷地说道：实不相瞒，我已经有过一个男人了，我跟他有了肌肤之亲，所以请你放尊重一点，别再来纠缠我。帝释迦眸光一动，虽然明知道他话中所指的就是他自己，却还是问了出来：是谁？一个你惹不起的人，他容貌俊美，修为绝世，是这世上最好看最了不起的男人。我不仅主动睡了他，还打算一辈子为他守着清白。除了他之外，我不能容许任何人再碰我，而你的行为早已触犯了我的底线，如果他知道了，也不会放过你的。一句句话像誓言一般掷地有声地砸落下来。这个该死的小东西，这些天在他灵石面前都装得不为所动，想不到实际上早已为他沦心献情了，还在人前如此拼命赞美他，说他容貌俊美，修为绝世，更重要的是他还懂得为他守身如玉。他说除了他以外，他不让任何人碰。这些话都像蜜糖一样在男人的心尖上蓦然融化。帝释迦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你说的都是真的？君时月气得不行，心想既然拉了帝释迦那个魔鬼当挡箭牌，索性把话编得再死一点。当然了，云千兰，你难道没发现吗？我一直都在极力疏远你，若不是你曾救过我的命，我根本连看都不想看你一眼，因为我早已心有所属，我的心已经被那个男人全部占满了，再也容不下别人，我这辈子都只会有他一个男人，直到死也不改变。他说完这段话，世界就陷入了寂静，一双手臂忽然从身后将他拥住，抱在了怀里。天哪，这根本不是云千兰的衣袖。哼，本座终于听到你的真心话了。你鬼啊！我勒个去啊！为什么帝释迦会突然出现啊？这次不是灵石，不是幻觉，而是他真的来了。他抓住他了。君时月几乎崩溃，大脑陷入一片混乱，过往片段从脑海里哗啦啦翻过，从头想想这些天的事情，他猛然明白了。天，
帝释迦一直在冒充云千蓝啊！君时月挣扎着想要逃开，却被男人牢牢地圈在怀里。你为什么要冒充云千蓝？这不是闲的吗？不过一时兴起，以此查看你的真实想法，未曾想，你对本座用情如此之深。薄唇牵着魅惑的弧度，他垂手贴近他，耳鬓厮磨的低语。君时月咧了咧嘴角，他想说他刚刚说的话都是假的。帅哥，我真没想到是你啊！叫什么帅哥？本座的名字你不知晓吗？帝释迦在他耳畔低声呢喃，暗哑的笑声透着某种致命的磁性。他的头埋得很低，似乎还在沿着他的脖颈缓缓清秀。帝释迦，再叫一声。帝释迦，再叫。你到底想怎么样？君时月几乎崩溃，白皙的脸蛋布满了绯红，内心已经抓狂了。要杀要剐，能不能给个痛快啊？别怕，本座不杀你了。本座要将你带回圣灵宫，用来暖床。到时候你再敢不听话，本座就直接将你弄死在床上。君时月的脑袋里轰的一声，简直是要炸开了。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我不要。为什么不要？男人沙哑的笑着，温热的气息扑洒在他的耳窝里，温柔的令人心悸。不是说这辈子只对本座好吗？君时月浑身都在颤栗，他的声调和语气简直是让他骨头都麻掉了。可他刚刚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吗？他脑袋里一乱，也记不清了。当时只当他是云千蓝，为了拒绝他而编了一大堆谎话。怎么，给本座暖床让你很为难？没有。这男人正在兴头上，以他喜怒无常的性情，他可不敢直接泼冷水。心头一乱，决定曲线救国。其实我是怕我会做的不好，惹你生气。无妨，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慢慢调教。君时月都惊呆了，他现在不仅想哭，简直连死的心都有了。双脚忽然离开地面，帝释迦已将他打横抱了起来。本座带你回去。等等，你还有什么话说？我知道你这样对我是在为那晚我打扰你渡劫的事情生气。其实除了暖床，我还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弥补你。哦，我可以把我最重要的东西送给你。本座对身外之物没兴趣。不是身外之物，是我的心。明明是一句很荒谬的话，也明明知道他是在搞鬼把戏，但是不知为何，那一瞬间，帝释迦竟鬼使神差的产生了好奇。你的心给本座？哼，如何给？君时月微微一笑。你看好了哦。他伸出另一只手，指尖沾满了一叶草碾碎的粉末，凭空画了一个心形。奇异的是，随着他的动作，空中居然真的出现了一个心形光环，闪烁着七彩星光，美轮美奂的浮动在男人眼前，散发出一阵奇异的馨香。帝释迦眯起眼眸，下一秒手肘间竟突然一轻，此心送你，我们恩怨两清，拜拜喽！笑声如残影，在静夜中越拉越远。帝释迦眸光一动，猛然闭目凝神，再睁眼时，房间里君时月已经没了踪影，唯有空气中残留着的某种草叶的异香。哼，原来如此。他竟然中了这小东西的算计。此草叶有毒，修为到了他这种级别的人，灵力足以充盈气海，任何有毒气体都无法通过呼吸进入。但他今天用的毒不是用来吸的，一叶草的毒是用来看的。看见他用一叶草粉末画出心的那一刻，他就中毒了，产生了幻觉。虽然不过片刻他就解开了此毒，但就在他入幻的刹那，他已有了脱身之机。若是换成别人，或许不会得手，但是面对他太专注了，所以才未能及时察觉。小东西，以为这样就能逃得掉吗？今夜你逃不了。君时月出门就选了一个方向狂奔，他试着调用了一下灵力，血皇又像死的一样毫无反应，显然又是被帝释迦不知何时弄昏了。远处突然传来说话的声音：车林凤曾答应今夜销货，如今你却空手而来，失信于阿修罗国，你要付出代价。代价老夫已经带来了，劳烦各位看看够不够数。这里是10万两黄金，也算是老夫的一点心意，还望各位能网开一面，放过犬子，以后大家桥归桥，路归路，互不相犯。楚雄的声音有一点颤抖。楚凌风今日醒来后，头晕乏力，难以行走，万不得已之下，才跟他坦白了自己与阿修罗国的交易，为得到阿修罗国的秘制药酒提升修为而为他们提供灵根的事。等一下，有人偷看！糟糕，君时月暗叫不妙，他被发现了。啥？下一秒，砰的一声，那5人的身体竟突然爆裂成无数碎片，狂风突然吹动整座山林，映照出一道妖华倾世的绯红人影，一步一步朝他走来。冷月的眸底逐渐酿出魅惑的笑意。所谓杀人不眨眼，大概就是这种状态。君时月回过神来，双足一滑，就要施展神行天风步逃离现场。然而下一秒，他已被某人搂住腰，勾进了怀里。小东西，吓坏了吧？君时月张张口，却不知该如何回答。
最后竟强行吐出了一句无比尴尬的话：多谢壮士相救。还想逃吗？帝释迦低低的笑着，声如呢喃，竟是顺势在他耳垂上轻轻咬了一下。你怎么找到这里的？本座在水月神界内也留下一道灵隙，此生任你逃到天涯海角，本座也找得到。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那晚的事情我不是故意的，我当时就是鬼迷心窍，身不由己，才会一不小心将你扑倒。知道错就该主动接受惩罚，跟本座回去。我不想去。乖，别惹本座生气。他的声音沉了一度，沙哑的几乎模糊，长指捏住他的下颚，在他唇上轻轻吻了一吻，深眸在长长的睫羽下漾出蛊惑潋滟的光。那举动很亲密，却又肆意而轻佻，仿佛他只是属于他的一件物品，可以任他随意摆弄。帝释迦，你一个修为没品的，怎么好意思对我这个废柴下手？你非要抓我走，这简直就是强抢民女。是又如何？别忘了，本座是魔教之主，是坏人，坏人做这种事不是很正常吗？君时月一口老血哽在心头，就没见过这么欺负人的。此时此刻他已经没办法了，他不是帝释迦的对手，论修为他没有还手之力，而论身法，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抓到他的速度绝对不比神行天风步慢，甚至可能更快。他逃不掉了，他会被他抓回去，承受他惨无人道的凌虐，直至死。君时月很绝望，然而就在这时，帝释迦的身子竟忽然震了一下，他蓦地伸手扶住额头，眉心痛苦的一蹙，仿佛在极力压抑着什么。君时月始料未及，惊呆了。你怎么了？今夜是本座的反噬之日，不该动用元功，但本座方才为了救你，别无选择。话还没说完，他突然身子一沉，君时月支撑不住他的重量，直接被他压倒在地。墨烟般的黑暗邪气再次从他身上散发了出来，帝释迦眸色翻涌，随着他的动作，瞬间形成一个明光圣耀的玄妙法阵，压下了体内蠢蠢欲动的至邪魔气。再张开双眸，帝释迦的眸底已经恢复了平静幽邃，他体内的魔气每逢新月之夜就会苏醒，他会避免在这段期间动用元功，因为内力的扰动会给魔气反噬之机，影响他的心神。方才在北山上，魔气的躁动的确让他有了刹那的眩晕，他原本可以立刻将魔气封印住，但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发现了一件十分意外的事，他似乎对君时月很感兴趣。为了验证此事，也出于对他反应的一时好奇，他竟鬼使神差地冒了一回险，继续昏迷。而君时月也果然很合他心意，非但没有趁机逃跑，还傻傻地费力将他带走，用心照料。更让帝释迦始料未及的是，他的存在居然能吸引并影响他体内的魔气，让他自己平息下来，重新回到沉眠状态。这小东西真的带给他太多惊喜了，光是助他平复魔气这一条，就足以让他一辈子都把他求在身边。而且他居然还会医术，他将3根指头搭在他脉搏上的动作是十分熟练的。他也听到了他问店家哪里有药铺，等下他就会带药回来，亲手熬好喂给他喝。他其实并不需要喝药，但既然是他喂的，无非是疏通气血一类的药物，喝来滋补一下也不错。帝释迦若有所思地重新躺好，合上眼眸，等着享受他的服侍和照顾。君时月连连打着哈欠，端着药汤回到客房。这一宿可把老娘折腾死了，你倒是睡得安稳啊，像个大爷一样。他盛了一汤匙药送到他唇边，来，张嘴。这可恶！怎样才能让他将药喝进去呢？君时月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拿起药碗喝了一口，再俯身吻上他，试着将药汁渡给他。静静躺着的男人一个翻身就压在了身上。帝释迦将他压在床榻上。你在做什么？我刚为你吃完药。只是喂药，不是在趁机占本座便宜？哼，帝尊大人，你听过农夫与蛇的故事吗？没有，说来听听。就是有一个冬天，一个农夫在雪地里发现了一条冻僵的蛇，农夫好心将蛇抱在怀里，给它温暖，让它活了过来。谁知蛇醒来之后，非但不懂得感激，还立即就咬了农夫一口。你说这蛇是不是挺过分的？我们也是一样。昨夜你突然晕倒，我好心好意的将你救回镇子里，3更半夜却给你偷药，被人当成贼追着打。谁打你了？帝释迦听到这里，蓦地蹙眉，眸光突然一冷。君时月被他眼底的杀意吓了一跳。没事，没打着。宝贝，你肯照顾本座，本座很欣慰。但你既然觉得自己像农夫，那本座今日就做一回蛇。帝释迦也狠狠吻住了他，那是带着毁灭气势的深深黏吻，一寸寸吞噬。现在知道害羞了？那晚不是挺大胆的？那晚你扒本座衣服的时候，可是一点都不畏惧。君时月突然觉得特别委屈，很多藏在心里的话也憋不住了，猛地一推他，吼道：那晚的事情明明你有责任，凭什么都推到我一个人头上啊？如果你当时坚持坐怀不乱，我能得手吗？再说了，这种事情原本就是女方比较吃亏，我的清白都毁了，还被你弄得满身都是伤，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疼？你还想怎么样？
说着说着，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帝释迦的神色蓦然松动，他委屈伤心的模样映照在他的瞳孔，心脏的某个地方突然一下就被刺得一疼。他轻轻地抱住他，哄慰的语气低低地说道：“别哭了，本座不动你。”君时月的抽泣蓦地停了一下，突然感觉自己看见曙光了。他之前怎么道歉逃跑都没用，现在忍不住大哭一场，帝释迦反而心软了。原来他吃的是这一套啊！这回非要哭到他同意放过他为止。尴尬的是，想明白这些之后，他的心里已然生出无数窃喜，反而有些哭不出来了。索性他被帝释迦抱着，整个脸都埋在他怀里。现在还疼吗？好多了。那晚是本座不好，弄疼你了。下次，本座会好好待你的。君时月的抽泣一下子就卡住了。这男人说什么？下次？他还想有下次呢？咔嚓一声，如同一个天雷当空落下。君时月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回是真哭了，内心无法止住的悲痛让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放开我！我不要做你卵巢的工具！你敢剥夺我的人权，我的自由，我宁可去死！眸子眯了眯，这小东西还挺有脾气。原本他可以将他带回去为所欲为，可是现在想想，他已经是属于他的了，又跑不了。若是以后总要心不甘情不愿的强行得到他，也挺没意思的。他还是想听他说那些好话，说他此生此世都只有他一个男人，所以还是不要生吞活剥了，换个方式，一点一点的吃掉吧。他要让他彻底沉沦，心甘情愿地做他的腹中餐。帝释迦抬手点向他肩上的穴位，某女只觉得身子一软，就完全没了力气，软绵绵地倒在了男人的臂弯里。你不想回圣灵宫，本座可以不勉强你，但你给本座造成的损失，仍需弥补。啊，真的吗？你想让我干什么？既然你会医术，便做圣灵宫的医女吧。平日你可以住在你想住的地方，需要行医时，本座会传讯于你。这样也算是打工赎罪了。他的前世便是特工界的神医，对医术颇有研究。好，帝释迦看着他，他的小宝贝真是单纯的可爱啊。他说只做医女，他就相信了。既然没问题，还不滚过来睡觉？不，我不困。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陪本座睡一会儿，本座还没在这种地方睡过，挺新鲜的。枕边帝释迦却惬意地闭上了眼睛，没过多久，呼吸就均匀起来。君时月的心这才逐渐放了下来。不多时候，君时月也睡着了。天亮时，辉夜倒挂在客栈的房檐下，向里面窥探。尊主一夜未归，他急得团团转，毕竟是反噬之夜，就怕尊主发生意外。辉夜惊得手脚一松，他看见了什么？尊主竟然跟那个小丫头躺在一张床上睡着了。辉夜的眼珠子都差点滚落下来，这是在搞啥呀？尊主不是说要取他性命吗？咋又躺到一起了？还搂着人家小姑娘的腰，一副特别亲密甜蜜的样子。这是又睡过了？当时尊主盛怒而去，他还暗暗替君时月默哀，做好了给他收尸的准备呢。谁知一夜过去，尊主非但没杀他，还带他跑到这么一个不知名的小镇里的一个小客馆体验生活，真会玩啊！这时，只见尊主动了一下，好像是醒了。尊主，属下也是刚许到这里来，什么都没看见，没有看见。虽然面无表情，但是辉夜看得出尊主心情很好。走吧，回圣灵宫。啊？就这样回去？那君姑娘可怎么办啊？尊主，这分明就是穿上衣服就走人啊！把那个小丫头自己扔在这里，这样真的好吗？这太渣了吧！本座都不挂你她，你倒放心不下。不，尊主，属下是在为您考虑。等君姑娘醒来，发现您就这么走了，一定会很失落，会觉得您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一觉醒来就不要她了。就该如此，事事都随她的愿，倒显得本座对她死缠烂打了。派一个人留在客栈盯着，看她醒来后找不到本座，会如何懊恼？是。日上三竿，君时月伸了个懒腰醒了过来，起身四顾，却发现房间里空空如也。君时月琢磨着，越想越开心，跳起来哼着小曲儿下了楼。怎么样？他是什么反应？小炳一头雾水，将事情如实的讲述了一遍。辉夜抹了一把冷汗，还好他多了个心眼儿，先拦下小炳问了问情况，没让他直接去见尊主。等下你去见帝尊，就这样说。辉夜大人，你让我欺瞒帝尊，这可是死罪啊，属下万万不敢。蠢货，你以为你如实禀告就不会死？帝尊，属下回来了。说吧，你看到了什么？属下奉命留在客栈，他的神色很是焦急，一下来就问客栈老婆婆有没有看到昨夜与他一起的那位红衣美人。老婆婆说没有，他就慌了，好像不大甘心的样子，又在客栈附近找了很久。然后呢？红帐中冷冽的声音带了点笑意。然后他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整个人特别失落，又生气又伤心，那样子就像是突然被心上人抛弃了一样。你说的都是事实。小炳脑袋里轰隆一声，汗毛齐刷刷的竖起来了。天哪，难道帝尊听出他的是假话了？属下不敢欺瞒帝尊，一切都是属下亲眼所见，绝没有半句虚言。
对了，那位姑娘最后还气急败坏地捶了几下墙壁，骂了一句死傲娇，要走连个招呼也不打，然后才不甘心地离开了。帝释迦勾唇嗤笑，这倒很像是他的风格。小炳说完这些，衣襟已经被冷汗湿透，跪在地上的腿都在隐隐打颤。在帝尊面前如此说谎，真的不会死人吗？辉夜大人呐，您可是害死我喽！你做得很好，去辉夜那里领赏吧。才抖着双手退出圣殿。辉夜在圣殿外焦急地转圈，他教了小炳怎么做，就不知道那小子能表现得如何。但是辉夜认为，只要小炳能绷得住，一口咬定自己没说谎，就能蒙混过关。因为他教小炳说的不是尊主必然相信的事情，而是尊主愿意相信的事情。哪怕尊主只是半信半疑，心情也会很不错。他关心的只是军师月的态度，他想知道他是否在意他。至于具体的过程和细节嘛，他不会去追究。辉夜大人，辉夜大人，你太神了！小声点儿。军师月从君家花园里走过，你长得真俊啊！哎，跟爷走怎么样？保你吃香的喝辣的。只见穆天霸揪着君独优的衣领，将他按在一棵树上。穆天霸一直男女通吃，没什么底线，只要看见长得漂亮的，不管对方是男女老少，他都想搞。他今日原本是来探望姑母穆夫人的，结果穆夫人不肯见他。你不吱声是几个意思啊？后腰上猛地一刺痛，慌忙将蝎子甩在地上。哎呀，刚刚在穆少主身上的可是鬼头蝎，听说这种蝎子有剧毒，男人若恰好被它蛰到腰上，就一辈子都完了。啥？鬼头蝎有剧毒？什么叫一辈子都完了？就是那个会终生不娶。君妹妹，这可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啊。他的话还没说完，穆天霸就嗖的一声狂奔而去。谢谢姐姐救我。小兔崽子，我还想找你算账呢，你个乌鸦嘴，我跟你无冤无仇，你昨晚凭什么来咒我？我没有咒你，我只是说说我的预感。行了行了，这片小树林果然是块宝地，不仅生有一叶草，还有断肠花、阎王果。一个炼药方突然出现在脑海里，那是一种古籍禁书上记载的能够令人死而复生的旷世奇药无常丹。姐姐想要找的可是蛇蜕，我那里有蛇蜕，可以送给姐姐。当真？你是从哪里得来的？就是在这个小树林里捡到的，当时觉得好看就顺手留下。小兔崽子，你一口一个姐姐的叫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不如我就认了你这个弟弟如何？以后咱们俩便是亲姐弟，有困难可以互相帮助。至于你的病，等姐姐制出无常丹，也能将你救活。真的？别再叫我小兔崽子了，我也只是比你小1岁而已。跟姐姐搬去西风堂住，我那里有好几间空房，你可以随便挑选。第二天，哇，辣死老子了，辣死老子了！哎，想不到啊，这招真的管用啊！你以为我愿意吃辣椒？谁让你总昏迷，我总得想办法把你唤醒吧。直到一声熟悉的鸟鸣从窗外传来，本座身体不适，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军师月将信签揉成一团，扔出窗外。他能不去吗？真想就这样不管不问。金姑娘，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走过这片树林，就是一片仙潭，请金姑娘自行去仙潭沐浴更衣。什么？让我沐浴更衣？这个，是因为尊主有洁癖，他的寝宫除了他以外是不允许任何人进去的。如今你要进去为他诊病，就得先沐浴更衣，以免污染环境。这可恶，也太能耍大牌了吧！之前昏迷的时候还不是小客栈照样睡，如今要进他寝宫，还得洗干净才行。我靠，温泉啊！这家伙可真会享受，天天在这种地方泡澡，想不增长修为都难吧？他脱下衣服踏入水中，恰到好处的温度让人在一瞬间彻底放松了下来。啊，这潭水太舒服了，我感觉我又膨胀了。血皇舒适的哼唧着，不多时候居然睡了过去。军师月也将头枕在潭边的青苔上，缓缓闭上了眼睛。很舒服。一个机灵睁开了眼睛，视野中是帝释迦倒着的俊脸。如果那天晚上扑倒你的人不是我，而是别的姑娘，你也会这样对她吗？宝贝，你问了可笑的问题，除了你，谁也不敢那样做。知道本座为何要让你沐浴，换上这身衣服吗？因为这件衣服是用燕蚕丝做的，听说燕蚕丝被撕裂的声音十分悦耳，能让人心荡神驰。本座想带你一听。话音未落，刺啦一声，裂帛之音在耳边响起，绵密的吻旋即落下，温存而又强势的一寸一寸碾压游移。帝释迦，你这样对我，是受你体内魔气的影响吗？你说什么？或许整个轩辕大陆都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在这个世界上，他最大的敌人和威胁只在他自己身体里。军师月暗暗握紧拳头，与他对视着。你有没有想过，也许真正想要我的根本不是你，而是你身体里的魔气。你要让他如愿吗？星月夜那晚，不知你有没有察觉到，你体内苏醒的魔气会被我吸引，会想要接近我。当时他只是将手搭在他的脉门上，他体内的魔气就疯狂地涌了过来，就像一头想要冲破牢笼扑向他的野兽，却始终被禁锢在他的血脉里。那又如何？
你分明是被他影响了，所以才不愿意放过我。他能控制你的心神，或许你现在做的都是他想让你做的事。军师月眯了眯眼睛，带着挑衅。你这么骄傲的人，应该不会甘心被魔气影响操控吧？你知道什么是魔气吗？若本座真被魔气所控，你不可能还完整的躺在这里。什么意思啊？如果你真的被他控制，会怎么样？哼，会吃了你。不是刚才所说的那种吃，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吃。军师月抖了一下，真正意义上的吃，是将它当成真正的食物吗？魔气的属性是多么残忍可怕，他好像隐隐有些明白了。所以不要试图利用它来对付本座。可是你的身体里为什么会有魔气啊？你还是别知道的好。不过你放心，只有在新月此时，他才会暂时苏醒，本座也有办法将他压制，不会被他左右。倒是你就这么不想跟本座睡？又来了，这还用问吗？既没有感情又没有人权的欺凌，谁会喜欢啊？军师月也不想再跟他解释了，他索性错开视线，半晌愤愤吐出一个字：疼。男人的神情动了一下，眸光流转，落在他的肌肤上。他白皙的肌肤上都是他留下的痕迹，看上去让他有些心疼，却又莫名满足。他今天并没有存心凌虐他，居然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而那天晚上，他虽然半睡半醒，感官却是清晰的。对于这个突然扑进他怀里毁了他渡劫的小东西，他可是完全没有留情，甚至带着刻意折磨的心思，恨不得将他揉碎了融进骨头里。难怪他会留下心理阴影，怕他怕得要命。帝释迦面无表情，就这么毫不避讳地垂眸看着他，双臂下意识地抱紧，只露出一个小脑袋，有些慌乱地望着他。不是说在寝宫等着吗？你怎么出来了？哼，本座若不来，你是不是打算泡到明天早上？我已经泡好了，这就要出去。那个，这夜深路重的，你快回去等我吧，我马上就来。言外之意就是我要穿衣服了，麻烦你回避一下。过来。军师月忽然就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吸了过去。我去，不错，洗得很干净。帝尊，像你这样的人，应该一言九鼎的哦。你说让我做圣灵宫的医女，而不是别的什么七七八八的职业，堂堂圣灵宫帝尊肯定不会出尔反尔，对吧？只要你用心为本座看病，本座自然不会为难你。穿上衣服，跟本座回寝宫。怎么，不想穿？若是实在不想穿，那就不要穿了。不，当然要穿。只是你留在这里，我会，不好意思穿的。哼，何须难为情？你身上哪个地方，本座没碰过？哼，对于不乖的人，本座可不能保证会做出什么。帝释迦抱着他踏入寝宫，回过神来，已经被男人放在了床榻上。害怕？军师月愣了半晌，这才想起他是来给他诊脉看病的，又沐浴更衣，又公主抱的，这一连串古怪的项目，让他都快忘了他来此的任务。怎么不喜欢本座的床榻？军师月没有回答，这他妈是该说喜欢还是不喜欢呢？伸出3根手指搭在男人的手腕上，片刻之后，军师月满脸黑线。尊主，你没病？可是本座不舒服，这几日夜里总是下雨，本座孤枕难眠，此病你需医治。帝尊，你这个病我不会治。不会，本座倒是可以教教你。你如此缺乏耐心，可是不乖的表现。男人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突然伸手就将他扯了过来。本座给过你选择，是你自己不选择，那就别怪本座替你决定。军师月还想争辩，可是刚吐出一个字，唇已经被他封住了。帝释迦揽住他，肆意的深吻。军师月心慌意乱，他知道自己无法说服帝释迦，更没有反抗他的能力。他身上凛冽好闻的龙涎香裹挟着他，军师月的心跳彻底失控，一股温暖亲盛的真气渗入他的体内，他身上被他吻拭出的伤痕竟缓缓地消失了。谢谢啊。不必，本座只是不想搂着一个满身是伤的女人睡。啥？军师月睁大了眼睛，他还以为他可以走了。本座答应了，让你在这里睡一晚，自然不会食言。那个，你确定你不会再发情了吗？哼，你猜呢？当然不会，像帝尊这么高冷又金贵的人，自然是不会随便动情的。发情改成动情，听起来果然顺耳多了。这修长的手落在自己衣袍上，就那么肆意一扯。你脱衣服干嘛？睡觉难道不该脱衣服？手一扬，火红的华袍已被他扔落在了地上。虽然军师月心里慌得一团，但是不得不承认，他脱衣服的姿势是真的很帅，优美的肩颈半露出来，那身材简直像是上帝最完美的雕塑啊！非礼勿视，军师月赶紧移开视线，垂下眼眸。哼，那你刚刚还不愿意要，非得等本座脱了衣服才知道本座的好。帝尊是绝色美人，脱不脱衣服都很美。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觉得帝尊穿着衣服更有风度一些。风度？哼，好人才有风度。莫要忘了，本座可不是什么好人。你放开！别动，
否则你知道后果。个人抱着小东西睡就舒服多了。不再孤枕难眠了。帝尊，你没有侍妾啥的吗？帝释家没有娶妻，这个是确定的，但外界传言他不近女色，圣灵宫甚至没有女人，对此军师月却不太信。怎么，你想给本座当侍妾？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是觉得以你的权势根本不会缺女人的，怎么还会孤枕难眠呢？你该知道本座一向不近女色。我靠，他终于忍不住在他面前爆粗口了。他不近女色，那这一晚上又吻又摸又抱，还差点擦枪走火的，这是在干嘛？你不近女色，难道我不是女的吗？你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就你这干瘪的身材根本算不上女色，也就本座愿意要你。帝尊既然对我的身材不满意，为什么不让我离你远远的？本座并非薄情寡恩之人，木已成舟，纵然不堪满意也只能接受，所以本座也不会丢下你不管不问，将你以医女身份收入圣灵宫，也是对你负责。如果我能帮你彻底解决掉你体内的魔气，你能不能放过我？好，你有办法？只要你答应，事成之后会彻底还我自由。可以尝试，但本座要一个期限。1个月。太久了，本座等不耐烦，本座只给你7天时间。7天之内，你若真能找出办法，本座可以答应你的一切要求。好，那就一言为定。睡吧，小东西，本座期待你7日后的接续。军师月心里在流泪，他被帝释家当成抱枕一样抱在怀里睡了一整夜，原本是一点睡意都没有，但是后来他将手放在他的脊背上，似乎将一阵真气从他的掌心灌入了他的身体里，那种气流很温暖很舒服。军师月只觉得自己仿佛重新躺回了仙坛里，意识不由自主的涣散迷蒙。次日一早，军师月离开圣灵宫的时候，脸都红透了。生平第一次在男人榻上睡了一整晚，可耻的是他居然睡得很好。死女人，你再敢迟到脚，老子跟你没完！军师月等他缓过来，才将事情的始末讲给他听。血皇听罢立刻就炸了。我说什么来着？帝释家就是想要睡你，怎么样？我没说错吧？说重点，你可知道要怎样才能将他体内的魔气清除？老子不知。帝释家都无法解决的麻烦，你却天真的以为你能解决？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脑袋是不是坏掉了？这么脑残的决定你都做得出来，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你自己的脚。你现在责备我，也解决不了问题。其实我也是在街边一本残破的古书上无意间看到的，据说那是因为杀戮、绝望和咒怨而生的黑暗力量，邪恶无比，会吞噬一切。魔气只该存在于传说之中。可那天我感觉到你身上的气息，我下意识就觉得，那应该就是所谓的魔气了。那本书叫什么？可有记载对付魔气的办法？若我没记错，应该是叫《长生录》。但我当时看到那本残缺不全，只有前半卷，虽然提到了魔气，却未来得及记载清楚的方法。姐姐如果对魔气感兴趣，可以去云家的藏书阁，听闻那里存放着天悦城1000年来的书卷典籍，或许会有完整版的长生录，能够查阅到你想知道的东西。军师月一路苦思，来到云家，大门外却停着好几辆马车，家仆里里外外的进出，一脸焦急。这是出什么事了？家主夫人难产，从前夜痛到现在还没生出来，这都20多个时辰了。天悦城最好的稳婆都请了个遍，还是不行。快让开，这是我特意寻来的接生婆，快带我们去见云夫人。君姑娘，你怎么来了？你来云家是有什么事吗？我是见门外停着很多马车，好奇一问，才听说云夫人难产，便来关心一下。云兄，我略懂医术，让我去看一下吧，或许还能帮上忙。但是尊夫人的情况不容乐观，大人和孩子只能保住一个，云家主抉择吧。包大人，军师月能救云夫人，闹到最后云夫人和胎儿死在他手上，云家一定会记上这笔仇的。云夫人本就必死无疑了，他还非要来横插一脚，把这个祸揽在自己身上。穆山儿觉得军师月简直是蠢爆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就在云千谷实在等不下去，濒临崩溃的时候，一声婴儿的啼哭忽然从房中传来。孩子出生了，众人都震惊了，一时半会儿回不过神来。君姑娘，你不说只能保一个吗？这的确只能保一个，当时的情况，若要母亲活命，孩子心脉必然受损，他活不过1刻间了。军师月说的没错，这个孩子活不下来了。哎，老身早就说了，这孩子根本保不住。穆山儿尴尬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是望着云千谷肝肠寸断的样子，他又不禁暗暗庆幸。还好这孩子没保住啊！如此一来，军师月虽然救了云夫人的命，同时却也是害死孩子的凶手。这个事实永远摆在那里，云家就算不憎恨他，却也感激不起来。又对云千兰使了一个眼色，云千兰明白他的意思，跟他一起走出了院落。
看样子是去准备孩子的后事了。云千古独自站在原地。云家主节哀顺变吧。哦，对了，我知晓有位德高望重的法师，可以请来为孩子超度阴灵，保佑他去往极乐世界。接生没帮上忙，后事总是可以帮忙的。穆山儿可不想错过这个表现的机会。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只见君时月和云千兰并排走了回来。君时月的怀里还抱着那个婴儿。云姑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机缘巧合，我前日刚得了一枚可以救命的奇药，名为无常丹。我将丹药放入婴儿口中，再让云公子以内力帮助运化，方救回了这孩子一命。既然有这种灵丹妙药，你为何不早点拿出来，让孩子少遭点罪？云家主也不用经历这般伤心绝望了。无常丹既是药，也是毒，是谓生死无常，3日为限。活人服下无常丹，3日后必死，而给死人于死亡3日内服之，却可以复生。所以我必须等着孩子气脉尽断，才能以无常丹救他性命。云千古更觉得惭愧了，一时老泪纵横，居然扑通一声给跪了。别，云家主不必如此。当年我昏死在路边，也是云千兰将我送到医馆，救了我一命，否则我今日也没机会救你孩儿。因果轮回，这一切不过是老天的安排啊。云家主要谢，便感谢上苍吧。天帝自然要谢，但你是云某的大恩人，大恩不言谢。说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地方，云某愿粉身碎骨以报。云家主言重了。其实我今日来，原本是听说云家藏书万卷，想要借阅一下。好说，千兰，你快带君姑娘去藏书阁。不知君姑娘想找什么书卷？若是云家没有的，我再另寻途径帮你寻找。那就随便看看，那就劳烦云公子带路了。藏书阁，你想要找长生录？的确有这本书，这好像是一本志怪书籍，记录的都是轩辕大陆没有的东西，荒诞离奇，所以很少有人想看。你怎么突然会对这个感兴趣？只是好奇。君时月带着长生路回到西风堂，挑灯夜读。长生路上的确提到了清除魔气的方法，那便是彻底断绝七情六欲。让那个禽兽断绝七情六欲，怎么可能啊？他当时是怎么答应的来着？好像只是说帮他找到清除魔气的方法，而现在方法已经找到了，那他就等于完成任务了呀。他只要告诉帝释迦要从此断绝情欲，至于做不做得到，那是他自己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啊。这样想着，君时月突然感觉自己看见曙光了。想来想去，我也是替你瞎操心。其实我对你的要求又不高，只要你活着，好让我有个住宿的地方就行。帝释迦暂时不会舍得杀你，我就该心满意足了。至于他会不会对你做其他的事情，我又何必在乎？君时月冷笑：你最好不要这么想。帝释迦已经知道你的存在，他不喜欢话多的动物，所以每次都要把你打晕。若是我真的一直跟在他身边，你岂不是要长眠不醒？你错了，就算我是哑巴，他也会把我打昏的。因为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总盘算着做坏事，所以自然不会允许我有机会旁观。君时月感觉雪皇也不容易啊。次日，衣袍华丽的男人倚靠在巨大圣座上。莲花酥送给你吃哦。没找到清除魔气的方法，所以学乖了，想用美食来讨好本座？当然不是，方法我已经找到了。至于这个莲花酥，纯属额外赠送，你可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什么办法？禁欲，只要帝尊能从此绝心绝情，彻底舍弃七情六欲，体内魔气自会消弭。断绝七情六欲？怎样才能真的断绝七情六欲？你想知道吗？下一秒，修长黑暗的身影竟已经出现在他身前，抓住君时月的手腕，突然就拖着他朝圣殿外大步走去。喂，你放开！你要带我去哪里啊？带你去看看如何断绝七情六欲。你到底要去哪里？是神坛，是那夜的神坛。你想让本座绝心绝情，知道那一夜本座在这里做什么吗？渡劫。那你可知本座渡的是什么劫？本座渡的就是情劫。如果那夜你没来，本座渡劫成功了，从此就不会再有任何情感和欲望，变成你说的绝心绝情。君时月震惊了，原来那一夜他坐在无尽欲火里，竟然就是为了断情绝欲。若不是被他意外打扰，那么此刻他已是没有七情六欲之人，体内魔气也早已散去。那你再来一次不行吗？再来？天时已过，如何再来？你可知那一夜本座等了多少年？本座原本就是冷心冷情，只要再承受一次欲火焚身，就能彻底斩断七情六欲。可是你却突然闯入，逼良为娼，将本座苦心计划的一切都毁了。这家伙居然连逼良为娼都说得出来。帝释迦捏住他的下巴，让他跟他对视。你现在告诉本座要断绝七情六欲，可知本座唯一一次断绝七情六欲的机会已经被你亲手毁了。因为你
本座一生都将为情所困，也永远不可能再摆脱魔气侵扰。你欠本座的，一辈子也还不完。劈头盖脸的一顿骂，居时月终于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驱除魔气的办法就是断情绝育，可是帝释迦唯一一次断情绝育的机会，却是被他不慎扼杀在了摇篮里，难怪他会如此愤怒。我真的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会影响到你这一辈子啊！对不起啊。帝释迦不理他，真的对不起啊。帝释迦还是不理他。我对不起你啊。这莲花酥是你亲手为本座做的，虽然做的形状有点丑，但能想到这一层，也算你用心了。大哥，自恋是种病啊！莲花酥不过是我随意做的，一开始根本都没想给你吃，亏你想得出来。是的，求生欲让君时月随机应变。但7日已到，你却没能为本座清除魔气，看来你根本不适合做医女。本座还没说让你做什么，你就如此紧张。告诉本座，你在想什么呢？没有，我什么都没想。哼，不要想歪了。本座的意思是，你的莲花酥做得不错，以后便每日来给本座送莲花酥吧。我靠，这一关禽兽改邪归正了。帝释迦望着他开心的样子，眸底浮起皎洁潋滟的颜色。有些事终究不能太过心急，换着方式的诱拐，终究比一蹴而就的强迫来的有趣。本座喜欢吃夜宵，你每天晚上来吧。我是要每天都来送宵夜吗？这样也很辛苦的。我可以申请双休不？双休？帝释迦没有料到他会突然提出这种大尺度的要求。是啊，做莲花酥其实很耗费时间和精力，再说你每天吃也会腻的，不如让我每送5天就双休2天，行不？每送5天就双休2天。帝释迦望着他，眉梢渐渐挑起。哼，这小东西太出乎他的意料了。原本以为他对他仍有恐惧和忌惮，所以对某些事情比较害怕，他倒也不急于一时，决定了给他些时间彻底接受他。谁知他竟会突然提出双休。不过如此倒正合了他的心意。帝释迦眸光潋滟，大手一挥，准。君时月见他答应得如此痛快，神态也有些奇奇怪怪的，深邃迷人的眼眸里隐约有不怀好意的笑，心中不免疑惑，一时间却又看不出是哪里不对，只得谄媚地陪笑道：多谢帝尊，帝尊真是产量大气，通情达理。哼，你连灵根都没有，与你双休，本座太吃亏了。若不是看在莲花酥的份上，本座断不会答应你这等无理要求。君时月闻言一下就怔住了。啊，与他双休？啊，什么鬼啊？双休，脑袋里轰隆一声，毛女瞬间反应过来，我说的双休不是那个意思啊。哦，我说的双休是指连着休息2天，意思就是我来送5天莲花酥，然后就休息2天不来，是休息的休，不是修行的修。帝释迦俊脸一下子就沉了下去，眼底的魅惑色泽也立刻被冰冷和黑暗取代。原来他的本意竟是想要窝在家里不来他身边，而不是跟他。不准，给你安排这么轻松的差事已经是格外开恩了，你还想着不来？莫不是本座太宠你，让你如此得寸进尺？这他喵的态度转变的也太大了吧，简直是180度大转弯啊！帝释迦没好气的甩袖而去。君时月在神坛上石化了半晌，才回过神来。死傲娇这是生气了呀，那家伙就像色魔一样，时时刻刻都只想做一件事。君时月慢吞吞地从神坛上爬起来，夜风吹动山林，发出悠悠簌簌的声响。他又想起他刚才说的话，你欠本座的，一辈子也还不完。君时月简直有苦说不出啊！仔细想来，他毁了他唯一一次渡劫的机会，被他逮住不放，也算后果自偿。次日，一队穿着黑袍戴着面具的修罗使者来到了九夷山下。奉阿修罗国主之命，特向圣灵宫致歉。数日前的深夜，有一名阿修罗使者擅作主张行刺帝尊，国主听闻后大怒，已下令将他处死。阿修罗国无意冒犯圣灵宫，那也只是完全是那名使者的个人行为，还望帝尊见谅。此事帝尊并无怪罪之意，你们也不用多虑，请吧。国主特命在下带来一样礼物献给帝尊，聊表歉意。说罢，一挥手，几名使者将一口光芒璀璨的水晶棺材抬下马车，里面似乎躺着一个人。水晶棺盖打开，上面却躺着一个沉睡的女子，竟不是人的腿，而是一条鱼尾。此女名唤瑶姬，乃是国主从南海寻到的鲛人。瑶姬的半身在白天是鱼尾形态，只有到了晚上才化为双腿。据说鲛人女子双修可采阴补阳，功体大进，还望帝尊笑纳。圣殿里，辉夜跪在地上，将阿修罗国送来瑶姬的事情如实禀报。这种小事儿还要来问本座，你这个左护法就不会自行处理，让他们把东西怎么抬过来的就怎么抬回去，再告诉阿修罗国主，不要什么怪物都往本座这里送。
属下立刻就将他们打发走。尊主圣明，阿修罗国送来此女，恐怕不怀好意，的确不该留下。若被君姑娘看到了，也是会吃醋的。等等，那个小东西真的会吃醋吗？从来没见过他吃醋的样子，倒是真的让人有点期待啊。既然是阿修罗国主的美意，那就留下吧。尊主突然改变主意，想要留下瑶姬，该不会是为了故意气那个小丫头吧？但以那小丫头的行事方法，最后真正被气到的只有8九还是尊主自己。尊主这分明就是杀敌1000自损800，何必呢？入夜，军十月带着莲花酥来到九夷山，侍卫们都在窃窃私语。哎，听说帝尊给了瑶姬很大一座宫苑呢。是啊，好像今夜又让他侍寝。啊，帝尊不是禁欲的吗？你是没见到那瑶姬的身段容貌是有多诱人，是个男人都会把持不住的。军十月抖抖眉梢，啊，什么情况啊？帝释家有宠姬了？军十月来到寝房外，帝尊，用这个姿势可以吗？女子的嘤咛声倏然传出，千娇百媚。军十月的血液一下就涌上大脑，原本就猜到这衣冠禽兽会有3妻4妾，可是事实真的摆在了眼前，他竟比自己想象的更加无法接受。帝释家斜倚在软榻上，瑶姬跪在榻前，手中托着一个托盘，盘子里是上好的莲子。那个该死的女人怎么还不来？瑶姬维持这个跪地托盘的姿势已经很久，腿都酸了。她想问能不能换个姿势，又不大敢开口，娇美的脸上全是委屈。阿修罗国主将她送来圣灵宫，命她一定要好好侍奉帝释家，得到她的宠幸。今夜这个男人来到她的寝院，她本以为自己的机会来了，谁知他只是让她像个婢女一样的端着盘子，甚至连正眼都没瞧她一眼。来人！小饼的身影出现在殿外。帝尊有何吩咐？莲花酥还没送来。回禀帝尊，莲花酥已经送来了。辉夜是跑到哪里去了？留下这么个呆头呆脑的下属，连他想问的是什么都听不出来。他真正想问的哪里是什么莲花酥啊？君十月人呢？走了。君姑娘将莲花酥放在石桌上就离开了。帝释家的脸色顿时更阴沉了。走了？他明知道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就这么不闻不问的走了？他是什么反应？没跟你抱怨什么吗？君姑娘什么反应都没有，就和往常一样平静，也没有抱怨，脚步似乎比来时轻快了很多。哗啦一声，帝释家抬手就掀翻了盛莲子的水晶盘，帝释家却以大步走了出去，衣袂生风，满身戾气。君十月离开圣灵宫，沿着山间小路疾行，一个修长的人影突然出现在他眼前。帝释家，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帝释家的喉结滚动了一下，攥住他的手腕，将他用力拽到自己身前。你把本座的莲花酥送到哪里去了？我放在院中的石桌上了。谁许你随便乱放的？丢了怎么办？帝尊大人，圣灵宫是你的地盘，哪有人敢乱动东西啊？再说了，一盘点心而已，谁会去偷？本座让你送莲花酥，是让你亲手交给本座，而不是随便往哪里一放。我原本是想送进房间的，但你当时在忙，我不好打扰，所以就……做错了事，还找借口。帝尊大人，你这分明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好吗？你当时跟那个瑶姬正在，我进去送莲花酥，不会打扰你的兴致吗？我直接将东西放在外面的石桌上，有什么错？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你不去打扰就是错，这说明你连吃醋都不会。如何吃醋，要本座教你吗？君十月呆呆望着他，思维都变得迟钝。我为什么要吃醋？唇瓣被他凶狠地吻住，他所有的话语都被他吞了下去。别碰我，滚开！你想亲去亲那个瑶姬啊？你都已经有她了，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哼，看来你不是不会吃醋。帝尊误会了，帝尊喜欢谁，想要和谁在一起，都与我无关，我无权干涉帝尊的私生活，更不会胡乱吃醋。你真的这么想的吗？若是本座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做对你才做的那些事，你真的不会生气，不会难受吗？君十月眸光一颤，他以为他已经彻底想通，彻底冷静，可那一切却像是不堪一击的自我欺骗，轻易就被他敲碎了。他掷了掷，愤愤地移开视线。你已经做了，我怎么想重要吗？本座没有碰他，一根手指都没有。可是我都听见了，他还问你用什么姿势。傻丫头，你想到哪里去了？那是端盘子的姿势。当时本座在吃莲子，他在一旁端着盘子，本座什么也没做。但你怎么总往那方面想？莲花酥已经送到，你自己去取吧，我要回去了。不可！帝释家一把搂住他的腰，俯身到他耳畔，磁性悦耳的声线循循诱导。今夜圣灵宫有其他女人，留下本座一个人，你怎能放心？万一本座又去找他怎么办？本座刚刚的确没有碰他，但是不代表等下不会去碰。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心眼小，见不得本座和其他女人在一起，但本座一向不大喜欢控制自己。帝释家低媚的笑着，气息都扑洒在他的耳骨上，酥酥麻麻的，让人战栗。哼，你想确保本座今夜不会去找他，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跟本座一起回去睡。我不想这样。不，你想，
想字出口，他已经顺手点了他的穴道，接住了他软倒下来的身躯。很好。帝释迦将他打横抱起，薄唇满意的落在他的唇瓣上，轻轻一吻，俯落下来的眸光邪肆而潋滟。有你在本座床榻上，本座就顾不上别人了。这男人低沉悦耳的声音里全是引诱的笑，字字句句说的好像都在为他着想一样。生平第一次，他觉得自己被套路了，但不知为什么，这一次他除了想哭，还多了很多奇怪的情愫。对于跟他回去这件事，好像也不是全然抗拒了。难道他是真的想看守着他，却不让他去找别人？军师月的思维一下子就乱了，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他怎么会对这个一度想取他性命的禽兽有这种想法？偌大床榻上，穴道被封，他完全动弹不得，就这么像翻了壳的乌龟一样仰面躺着。神有那么好吃吗？哼，不然呢？要知道你罪孽深重，又不懂得哄本座开心，若不是这莲花酥甚合本座心意，本座早就将你弄死了。那个，你可不可以把我的穴道解开？有必要吗？总是这一个姿势躺着比较难受。帝释迦嗤笑一声，没有立刻回答，慢条斯理地吃完最后一块莲花酥，才轻身靠近他。军师月惊恐地看着男人颠倒众生的俊美容颜在视野里逐渐放大，似笑非笑，邪气逼人。喜欢什么姿势？本座都可以满足你。帝尊大人，您好歹也是一个贵不可攀、呼风唤雨的魔教之主，说话能不能讲点节操？不回答，那就是让本座来选了。修长的指尖落在了他的衣带上，用力攥住。军师月的瞳仁一缩，这个动作他太熟悉不过了，他又要撕他的衣服。住手！我今天穿的可是普通衣裳，不是什么燕蚕丝做的，所以你不用撕，撕了也没有你想听的那种声音。是吗？军师月的血液顿时凝固了。你大爷的，这个男人是肆意成瘾吗？你，好听不？跟燕蚕丝相比，有可比性吗？当然，只要是悦耳的衣服，本座撕起来都觉得好听，如同天籁。那极度蛊惑的嗓音敲打着耳膜，仿佛有电流穿过，引发恐惧和战栗。那一刻，军师月的呼吸几乎停止，只觉得脊骨都要酥了。你妹啊，这好人也禁不住他这么撩啊！军师月脑海里一团乱麻，心中却隐隐生出一种预感。完蛋了，照这样下去，他迟早会受不了的，会被他迷惑到失心丧志，堕落成一个合格的暖床工具。别怕，本座撕你衣服只为了睡觉，没有别的意思。睡觉？军师月的心脏像打鼓一样咚咚的跳动，这么有歧义的一句话，他居然说没有别的意思。下一秒，他就被男人搂在怀里躺好了，他像抱枕一样抱着他。军师月羞红了脸，心却渐渐放了下来。原来他所说的睡觉，还真的就只是睡觉。如何？本座没骗你吧？本座说过，会等你心甘情愿再要你。所以在那之前，你大可放心跟本座一起睡，本座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你为什么总想跟我一起睡？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吗？帝释迦低声哼笑，好处自然太多了。这样抱着他睡，将他柔软的身子搂在怀里，感觉既舒服又甜美。而且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招架不住从了他。或者在那之前，他哪天突然没了耐性，也可以直接将他就地正法。好处自然是没有，但是漫漫长夜，本座觉得床榻上多一个人形暖炉倒也不错。冷静淡定，深呼吸。次日一早，辉夜在寝宫外等待。辉夜原本觉得尊主故意留下瑶姬是一种作死的行为，最后肯定会闹得很不愉快。他害怕被尊主的怒气波及，所以昨夜特意躲了起来。尊主，昨晚你去哪里了？属下昨晚突然肚子疼，一整夜都在跑茅房。一早来见本座，何事？属下想要请示，那个瑶姬该如何处置？还要让她继续留在明珠院吗？扔回河里放生吧。不错，淡淡的。自家尊主还真当瑶姬是条鱼了。瑶姬是半人半鱼啊，却不是真正的鱼啊，怎么能往河里扔呢？属下这就去办。辉夜大人，帝尊为何要赶我走啊？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昨夜帝尊原本在我的寝宫休憩，不知为何忽然大怒而去，我反省了一整夜，也想不透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惹得帝尊如此不快。昨晚的事情与你无关，你不用往心里去。帝尊一向不近女色，你留在这里也没有意义。圣灵宫一向不留无用之人，若不是帝尊今天心情好，你未必能活着离开。好，我明白了。但是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受到阳光照射，我就会变回鱼身，无法行走。辉夜大人，能否容我一日，等到今夜日落，再让我乘车离开？离开了九夷山，我就能找到修罗使者来接应。也好。瑶姬的要求并不过分，何况他是阿修罗国送来的。辉夜离开之后，如果你能好好对待我，哪怕是给我一个机会，我都不会这样对你。可是你却选择毫不留情地送我回去，那就让你的圣灵宫陪葬吧。他拿着东西来到无人的后院，迅速在地上挖了一个坑，将盛着虫卵的玄冰悄悄地埋了进去。这虫卵名为黄泉埋骨。
等到天黑之时，玄冰融化，里面的千万蛊虫玉土就会孵化出来，在黑夜中悄无声息地寻找宿主。被蛊虫附身的人会失去理智，疯狂杀戮。到时候，整个九夷山将成一片自相残杀的尸山血海，死伤无数。你在做什么？我看你埋东西了，你埋的是什么？你看错了，我没有埋。就在小炳恍惚的刹那，瑶姬手中突然出现了一根长长的冰针，闪电般刺入了他脖颈后的死穴。小炳眼前一黑，扑通一声倒了下去。既然你发现了我的秘密，我又怎么能让你活着？不过今夜圣灵宫将成为地狱，比起那时候惨死，现在死掉还能更舒服一些呢。帝尊，你要为我做主啊！我正在收拾东西，一个黑衣人突然闯进来，按住了我拼命挣扎，他就掐着我的脖子不放。好在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侍卫听了声音进来查看，没想到这个侍卫不是那个人的对手，都怪我，是我连累了他。帝释迦没有开口，只是看了瑶姬一眼，意有所指。圣灵宫都是男人，用的都是刀剑，根本不会使用长针这种暗器。而且小炳被刺的部位是在脖颈后，这也不符合交手时的常理，不像是正常打斗，倒像是一时疏忽被人下了黑手。辉夜明白尊主的意思，尊主是在怀疑瑶姬。尊主，属下已命人搜遍明珠院，并未发现长针，将他带去炼狱严刑拷打，直到他肯说出真相为止。尊主，我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有什么能力害人啊？若是你不相信我宁愿以死证明清白。直接一头撞向冰踏边，辉夜手疾眼快，挥袖扫去。尊主，此鲛人毕竟是阿修罗国送来的礼物，我们仅凭怀疑就对他严刑拷打，恐怕不妥。况且，若他真是阿修罗国培养出来的死士，即便是拷问，恐怕也问不出实情。小炳一定知道真相，如果可以让他开口，一切是不是就水落石出了？帝释迦也忍不住看了军师月一眼，眸光掠过一丝宠溺和无奈。他的小宝贝真可爱啊，像个小傻子一样，这么天真的话都说得出来。他刚断气不久，我有办法可以让他活过来，说出真相。但是什么要求？我过去得罪过帝尊，后悔莫及。今天我可以让小炳复活，也算是为圣灵宫出了一份力，弥补我犯下的过错。但是作为奖励，希望帝尊可以彻底原谅我，放我自由，从此我与帝尊恩怨两清。好，本座答应你。军师月拿出一颗丹药，上前放入小炳口中。劳烦辉夜大人以灵力将丹药催入他的肺腑，1炷香的功夫，他就能醒过来。军师月起身道。辉夜根本不信，却还是按照军师月说的认真去做了。你给他用的可是无常丹。传说无常丹的确能让人死而复生，但阿修罗国主费尽无数心血也找不齐炼制无常丹的药材，因为其中有几样药材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所以这小姑娘手中的无常丹一定是假的，根本不可能将小炳救活。就在这时，地上的小炳忽然闷哼一声，缓缓张开了眼睛。正在为他运动的辉夜吓得一个机灵，噌的一下就跳了起来。我去！帝尊，说吧，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女子在后院埋了不知什么东西，被我发现了，我还没问出个究竟，就被她突然袭击。埋在哪儿了？带我们去找。尊主，这就是瑶姬所埋之物。黄泉埋骨。你果然厉害，连黄泉埋骨都知道。传闻黄泉埋骨是一种在冰中封存的蛊毒，遇土则生，遇火则死，将其埋在土里，1日之内就会孵化而出。人若是不慎被它附着，就像丧尸一样没有理智，疯狂攻击杀戮。而若想毁掉此骨，只要扔进火中，就可将其焚毁。帝释迦看着军师月的眸光愈加深邃，他的小宝贝儿就像是一座无穷的宝藏，拥有无数的惊喜和秘密。既然他如此想要自由，就给他自由，又何妨？帝释迦杀了我阿修罗国7名使者，你们真的以为国主能善罢甘休？国主将我送来，就是为了报仇雪恨，覆灭圣灵宫，不想最后却毁在了那个小丫头手里。但你们也不用高兴得太早，国主绝不会就此罢休的。撤离掉吧。阿修罗国如此挑衅，尊主无欲回应吗？阿修罗国主不会做没好处的事，今天的事情必然是此女个人所为，不必理会。敢触犯圣灵宫者，杀无赦。帝释迦不再理会瑶姬，拉起军师月的手，转身向外走去。军师月的手心有一点冷汗，他发现自己从来就没有了解过帝释迦，这个男人竟是如此的冷酷深沉，仿佛世间一切阴谋诡计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的城府比他想象的深太多了。突然，冰榻上的瑶姬不知怎的就突破了束缚，手中冰刃闪电般的刺向军师月的后心。去死吧！小心！帝释迦握着他的手，忽然一股强大可怕的灵力从他的手传导而来，哗啦！你们以为这个世上真的有鲛人吗？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却不幸被抓到阿修罗国。你们知道我忍受了多少痛苦，才被他们改造成这种鲛人的模样吗？我是阿修罗国主最满意的杰作之一。如果我没有被送来九夷山，而是送到大周皇宫，我一定能得到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我经历了无数折磨才获得新生，可是
你们却这样对我！姚姬发疯般的说完这些，最后吐出一大口鲜血，就彻底倒在地上，没了声息。走吧。帝释迦仍是无动于衷，只是牵着军十月的手，语气波澜不惊。军十月抬眸望上，再次见识了他杀人不眨眼的冰冷狠绝。走出明珠院，帝尊，你刚刚可是当众承诺了，只要我复活小比，就彻底放我走。自然，本座现在就送你离开。从今日起，你与圣灵宫再无瓜葛。那我打扰帝尊渡劫的事，帝尊也能完全原谅了。过往的恩怨一笔勾销，从此你与本座便是路人，见面不识。尊主，幽邃的眸子里烟波浩渺，深不可测。辉夜秒懂，连忙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尊主可不是轻易放手的人，会如此答应君姑娘的要求，明显是心中另有打算。那个小丫头是绝对玩不过尊主的。对了，还有水月神剑，你说那戒指中有你留下的一些，本座会将它回收。君十月呆呆地望着他，他的眸光真的很美，尤其是凝眸一瞬的潋滟，让人瞬间沉迷沦陷。帝释迦凝住了他片刻，忽然淡淡一笑，合眸执起他带着水月神戒的手，放在唇边吻了一吻。你自由。火红的长袍在他面前淡然转身，风华绝代的男人头也不回地走回圣灵宫。今夜是河灯节，君十月和君独幽在人海里穿梭，沿着街市向湖边逛去。街上熙熙攘攘，宝马雕车，行人如流，女子们都是特意盛装打扮过的，视野里却忽然闪过了一抹绯红的身影。君十月的瞳孔骤然放大，那个修长的人影，那抹火红的艳色。他眨了眨眼睛，那个身影却已经淹没在了人海和灯火里。丹田里的血皇问道：你怎么了？我好像看见帝释迦了。他来找你了。嘿嘿，我就说吧，他一定会来找你的。一定是我看错了，那不是他。姐姐你在说什么？你看到谁了？没事，我刚刚好像看见了一个坏人，应该是错觉。坏人？这街市上的确有很多小偷，是要小心些。灯火阑珊之处，一个绯红的人影静静立在那里，将一切都看在眼中。他望着君十月，看着他将糖葫芦递给身边的少年，然后和他嬉笑着一起离开，那样自然，那样亲密无间。帝释迦幽深的眸光像化不开的黑夜，他千方百计地离开他，转身却对别人有说有笑，还给买糖葫芦吃。他果然是太纵容他了，早知道他这么不听话，就不该给他自由的机会。卖糖葫芦的老人叫卖着走了过来，帝释迦也买了一根，这就是君十月刚刚买给那个少年的糖葫芦，微微尝了一口，一点都不好吃。主上，君姑娘身边那小崽子一看就没长大，看君姑娘样子也只是完全把她当成小孩带出来玩的，您可千万别放在心上。再说了，那糖葫芦满大街都有卖的，随手买一根有什么稀罕的？是吗？跟上。云兄，这河灯不是姑娘们才放的吗？云公子怎么也放了起来？君姑娘，我这河灯是替一个人放的。替别人放？对，这99盏河灯原本是应该送给一个人，但是因为一些原因不能亲手送给他了，所以我就在这里替他放了，希望他可以幸福快乐。原来如此。和云千兰打过招呼，君十月就转身离开了。云千兰凝住着他的背影，千唇轻笑一声，有几分惘然。希望你可以开心幸福。圣灵宫的那个男人若是真心待他，他一定可以开心幸福吧。毕竟以那个人的权势能力，无论他想要什么，他都能给他。大家族的小姐都是如此不知廉耻吗？没有男子喜欢就随意勾搭家仆，看那小子的岁数比他还小呢吧？就是啊，要不是年纪小不经人事啊，也不会看上一个没灵根的废物啊。你们错了，那少年不是家仆，是君家旁系一脉的庶子，论辈分应该是君小姐的弟弟。哎呦，这不是乱伦吗？姐姐别生气，我们不必跟这些人一般见识。怎么还想打架不成？君十月没有灵根，在君家又不得宠，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谁也不将他放在眼里。君十月横眉冷对，正犹豫要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呼啦一声，那几名富家小姐直接被掀飞到湖里去了。救命！救命！一袭血红长袍的男人背负双手，一副上登关紧的闲散姿态，施施然地缓步而来。君十月手脚僵立在原地，眼看着帝释迦一步一步朝他走过来。他跟血皇赌的是3天，血皇赌3天内帝释迦会出现在他面前，甚至床上。结果这连1天都没过去啊！他是谁？他是我在君家的弟弟，跟我有血缘关系那种。他也不知道他为啥要跟帝释迦解释这些。姐姐，这个人就是你刚刚说的坏人吗？话音未落，一只手忽然搭上了他的肩头，勾肩搭背的将他带到了一边。哈哈，小崽子别碍事啊，走走走，大哥哥带你去谈谈人生。辉夜，你要把他带去哪里？君姑娘放心啊，我不会伤害他的。没事，你先跟那黑衣哥哥回去吧，听话哈，我和这位红衣叔叔有点事情要谈。红衣大叔，本座有那么老？君姑娘，你差辈了呀！你怎么来了？你不是答应了？大道朝天，本座为何不能来？哼，你该不会以为本座是为你而来的吧？本座只是听闻天悦城今夜有灯会，
来逛逛而已。君时月的嘴角不禁抽了一下，他这样说倒显得他自作多情了。君时月冷哼，转身就走，手腕忽然被扣住，男人一把就将他拽了回来。你放手！蒂芬大人，你上午才答应原谅我，现在又要抓我，你这是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你知道不？本座只是答应你勾销过往，可没说过不会有未来。过往之事，本座不会再计较，但未来会如何，却难说。但我们已经恩断仇绝了，你不是说从此与我形同陌路，见面也不认识吗？本座的确不认识你，叫什么名字？君时月一时无语。你到底想怎么样？本座的确是来逛灯节的，走到这里，突然想掳个姑娘玩玩，可惜这附近好像没什么姑娘了，就只有你一个。别的姑娘都被你扫荡到水里了，当然只剩下我一个啊。好在你姿色不错，那就由你陪本座一晚。本座是圣灵宫之主毕世家，记住本座的名字，今夜你就是本座的，只要你尽心伺候，明早本座就放你安然离开。玉儿，别怕，本座说的陪一夜，只是想让你陪本座赏灯饮酒，只要你乖乖听话，本座就不会。本座想看你放河灯。我这里没有河灯可以放了。你看天空，黑暗的苍穹里正有着无数光芒缓缓落下，布遍整片夜空，像万千流星，也像漫天烟火，闪烁着朝人间慢慢坠落。它们落得越来越近，才能看清楚，那是无数盏红莲河灯。天哪，好美！哇，好梦幻！我不是在做梦吧？在楼船上放河灯的木山儿也惊呆了。原本他收到的河灯是最多的，一定又是今年河灯榜的第一。为了确保自己第一的位置，除了收到的河灯，他自己还偷偷的添了200-300盏，硬是凑够了1000盏。每年河灯节都是他最出风头的一天，今日却彻底被秒成了渣渣。君时月被男人搂着依偎在他的怀里。哇，好美啊！喜欢吗？君时月下意识的点了点头。毕世家将他抱了起来，不知是不是喝醉了的原因，他的身子更软了。君时月已经彻底醉了，迷迷糊糊感觉自己被打横抱起。毕世家垂眸望向怀中迷醉的少女，他已经忍她太久了，未曾想到自己竟会在一个女人身上花费这么多的耐心。要不要偷吃呢？眸光一转，落在枕边的一张纸签上，竟是辉夜的字迹。帝尊，属下特地在酒中加了奇梦香，保证君姑娘能醉整整1夜。起梦香可以让人沉醉至深，而且记忆断片，醒来后就不记得醉时发生的事情了，分不清真实还是幻觉。辉夜真是多此一举啊！他命辉夜准备画舫美酒，可没告诉他在酒里加料，他却如此自作主张。薄唇勾起，毕世家眼底酿着潋滟的光，骨节修长的手指落在他的衣带上，温柔而缓慢地轻轻解开。君时月迷迷糊糊的，下意识地躲避了一下，但是没有理智的支撑，他很快就沦陷在他游刃有余的柔情里，被男人清冽好闻的气息彻底淹没。红罗帐暖，一世迷香，毕世家拥住了那具渴望已久的娇软身躯，将它占为己有。烛影飘摇，红莲在夜色里铺天盖地的绽放漂泊。君时月感觉自己做了一个特别疯狂的梦，他居然梦见他跟帝世家。漫漫长夜，他的灵魂几度破碎绽放，直到最后，意识已经昏昏沉沉的玻璃坠入了无光的黑洞。东方泛起鱼肚白，一切都平息之后，毕世家垂眸看着榻上昏迷的少女，白皙玲珑的身躯上布满了旖旎红痕。毕世家艳俗的低笑一声，将真气缓缓渡入。他就这样不经他同意就占有了他，还折腾了整整1夜。他若是知道了，一定又会气得跳脚吧，又会觉得他是一个卑鄙放荡的禽兽，以后看到他更要夺路而逃。所以暂时还是不要让他知道了。清盛的真气从君时月的脉门灌入全身，他身上的作案痕迹很快消失了，皮肤比原来更加白皙嫩滑，看上去格外诱人。毕世家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真是中了这个小东西的毒啊，真想再重新碾。凝视了他片刻，男人幽深的眸底终究浮起一抹怜惜。罢了，他今夜已经不能再承受，就先到此为止吧。宝贝，我们来日方长。他将君时月的衣服一件件的穿好，又仔细的检查了一遍，彻底毁尸灭迹之后，才放心的抱着他一起睡去。明亮的阳光照入船舱，君时月慢慢张开眼睛，整张脸都在发烧。昨晚那个梦太真实了，视野中是男人沉睡的俊脸。怎么了？那个，昨天晚上我们没发生什么吧？本座对醉鬼没兴趣。难道真的只是做梦？
衣服是完好无损的，身上也没有任何可疑的痕迹或者不适。哎，这个禽兽有私人衣服的变态嗜好，以往跟他过夜，衣服都被他撕碎了，今天却是好端端的。军师月松了一口气，可是下一秒，他却发觉唇瓣还有腰都有些怪怪的酸麻感，他又狐疑起来。这难道是喝酒的后遗症吗？你不是很喜欢私人衣服吗？昨晚怎么没撕？昨夜本座也喝醉了，有些疲惫，就没动你的衣服。本座没撕你的衣服，你很失望。本座现在撕给你听，如何？不用，你那里是怎么弄的？帝释迦垂眸一看，心里咯噔一下。哎呀，坏事了！他只顾着销毁了他身上的欢爱痕迹，却忘了他自己。昨夜这个小东西像是属狼的一样，一开始还算乖，后来就闹腾得厉害，对着他连咬带抓。而他纵容他的结果，却是被他弄得满身红痕。好在大部分都在身体上，衣服盖住了看不到，偏偏锁骨上的这个红印没藏住。屋上蚊虫多，本座被叮咬了。是吗？那我怎么没被叮呢？大概是前日本座吃了很多香甜的莲花酥，所以血变甜了，更招蚊虫。你血再甜，好歹也是个男人啊。咱俩在一起的时候，蚊子没理由只叮你不叮我。那是因为本座的修为比你高，你一个没灵根的小废柴，蚊子叮你做什么？军师月瞬间被堵得哑口无言了。哎，这个理由很强大，也很有说服力，他简直是无可反驳。帝释迦不给他深入思考的时间，一把揽住他的腰肢。蚊子没有叮你，你心里是不是很不平衡？薄唇直接覆盖上去，狠狠吻视在他肩颈处与他自己那个草莓印一样的位置。这回你满意了？从他的手臂里没好气的挣脱了出来，青山绿水，画舫正顺江而下，两岸山峦叠翠。想不到一夜之间，他们已经飘出去这么远了。帝释迦跟着他一起走出，从身后自然而然地将他拥抱住。记得这里是什么地方吗？翡翠谷。你昨晚表现得不错，本座要送你一件礼物，就在这翡翠谷里。什么礼物啊？只是拉着他下了船，沿着西边的栈道走向山谷深处，一片雅致的豪宅静立在溪畔，木质的房屋显得低调而奢华，木色的风格与整座山谷完美相融。此宅名为碧落仙居，以后就是你的了。帝释迦微笑道。军师月心中大喊：我了个去呀！这土豪就是土豪啊，不过就是陪他喝了几杯酒嘛，就给了他一套房，不是一套山间别墅。以后你就住在这里，如何？那个，多谢帝尊的美意，这里的确很美很高大上，但是我一个人住幽谷里，难免会害怕的，所以本座可以陪你，放心，不会让你一个人过夜的。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就算帝尊大人肯陪我，那我们也只有两个人住在这么大一片宅院里，多冷清啊！我还是习惯住在君家，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人在一起。这样吗？那你可以给本座多生几个孩子，我们家也有一大家子人了。军师月简直想一头撞进小溪里。好了，生孩子的事情先不急。君家有什么好，让你总想回去？君家毕竟是我出生的地方呀，我的亲戚族人都在那里。那群人根本不配做你的亲戚，不如让本座把他们都杀了，免得你挂念。不行。为什么？他们那样对你，你还要维护？莫非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用到他们？告诉本座，本座替你解决。军师月的眸光闪烁了一下，或许帝释迦真的是一条捷径，可是他不会走。他一向潇洒独立，来去自由，他必须有他自己的人生，可以随心所欲。其实他们对我也没有多坏，只是不太关心而已。他们好歹是我的血亲，你可不许伤害他们。既然如此，本座就不勉强你在此住下了。碧落仙居是你的，你想来时再来。走，带你去看看本座的礼物。这座碧落仙居不就是礼物吗？一座宅院而已，算不得礼物。本座要送你的礼物，可比它珍贵1000倍。军师月的表情立刻凝固了。这卷轴上赫然是帝释迦的画像，而且完全真人版大小。本座的画像好看吗？好看。此画像不仅好看，更藏有本座的灵犀。以后你若是想本座了，或是有什么事需要本座帮忙，只需亲着画像一下，本座就能感应得到。然后呢？然后如果本座心情好，就会出现在你身边，实现你的愿望。军师月已经彻底被这个男人的脑洞折服了。你要将他留在碧落仙居？他的本意是想让他带在身边，带回君家西风堂的，这样他就可以随时以亲吻召唤他了。帝尊的画像是极品，只有碧落仙居这样的高雅地方才配挂上。若是我想找帝尊了，就来碧落仙居贴画像，比去九夷山爬圣灵宫的台阶快捷多了。
试想了一下，他特意跑来碧落仙居亲吻他画像的场景，菲薄的唇不禁勾起一丝得意又甜蜜的笑。帝孙大人，你要是没有别的吩咐，我就回去了哈。昨晚可是说好了。不急，翡翠谷的鱼味道最美，吃过饭再走。君时月心思转动，忽然扶住腰，眉心一蹙，一副病弱模样。我昨晚好像没睡好，现在腰酸背痛腿抽筋，真的不想去钓鱼。你就大发慈悲，别让我做饭了，可以吗？他说他昨夜没睡好，浑身酸痛。帝释家的太阳穴跳了跳，有一瞬间的心虚。昨夜结束之后，他以真气木灌了他周身的血脉经络，按理来说他不应该再有酸痛一样的感觉才对。好，今天本座给你做鱼吃。啥？君时月的眼睛瞬间瞪圆了。帝释家嗯了一声，低低一笑，将他抱起来走向软榻。你先睡一会儿，本座做好了饭再叫你。说罢吻了吻他的唇瓣，出门钓鱼去了。这男人今天好生奇怪啊，他说什么他基本都答应了。等到吃饭的时候，筷子夹起一片鱼肉，仔细剔掉上面的鱼刺，送到他嘴边，温柔的微笑道：玉儿，本座来喂你。哇，真好吃。你若喜欢，以后本座天天做给你吃。不，我哪能每天都吃帝尊的鱼，多不好意思啊。你可以回报本座，夜夜陪本座喝酒猜拳。我去，你个女人又吃辣椒啊！石海里突然爆发出怒吼：丫头，眼前这个男人就是帝释家那个大土豪没错吧？老子就说嘛，3天内他一定会出现的，被老子说中了吧？咱俩打的赌是我赢了，以后可不许再吃辣椒。帝释家的手忽然落在了他的腹部。你的宠物真吵。血皇瞬间打了个激灵，他以灵体形态寄宿在君时月的石海里。按理来说，他与君时月的对话，外人是根本听不到的。大土豪你好，我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小可爱，很高兴见到你，我感觉到十分荣幸。喵。小可爱，当初你在本座灵石面前可不是这样说的。帝释家的手微微用力。大土豪饶命啊！我之前都是跟你闹着玩的。喵，真的不是有意得罪的。帝尊，你怎么能虐待动物呢？快点松手！小手抓在男人手上，帝释家冷哼一声，这才松开。帝尊，我家二哈不懂事，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玉儿，你快点把他养大，等他恢复了实体，本座给你做水煮肉片好不好？你是说用它做水煮肉片？绝对不可以！按照大周律法规定，禁止捕吃一切灵兽。我可是国家保护动物，你们吃我的肉都是要坐牢的。如果玉儿不想吃水煮的，红烧也可以。不如就一半水煮，一半红烧。好。哇，你这个丫头怎么如此的见色忘友啊！老子怎么摊上你这么个夫唱妇随的宿主？你好苦啊！老子不活了！手指一动，血皇神兽就被他再次封住，晕厥下线。吃过饭后，他要回家，他也仁慈的同意了，甚至还疼惜的说：你昨夜喝了太多酒，以至于浑身酸软无力，不适合走远路。一定要回去的话，本座送你。没事，我可以自己走。然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人就已经被他抱起来了。再定下神来时，他竟已经抱着他站在了君家西风堂他自己的寝房内。好好休息，有事去碧落仙居亲画像，本座就会出现在你身边。木沙扑通一声昏在了地上，随后光雾一晃，他终究恢复了俊俏少年模样。君独幽来到井边，是化骨散啊，真是够毒的。屈指一弹，将一滴透明的液体弹入了木沙儿口中。化骨散的滋味自己尝尝吧。少年在黑夜中转身离去，西风堂的井水里被投了毒，这件事情他倒是可以好好利用一下。只要在小姐姐面前演绎出戏，说不定能借机拿到他想要的那样东西。次日，姐姐别喝，有毒。君时月给他诊了一下脉，没有人会想要害死君独幽，对方想害的一定是他，可能是楚家人，也可能是穆家人，甚至可能是一直看他不爽的君陆海，谁知却阴差阳错的害了君独幽。果然毒是被投在水井里的，他中的居然是化骨散。我原本就活不了多久，能在生命的最后遇到姐姐，已经很开心了。不许胡说，我们还有一粒无常丹，可以让你起死回生。我知道姐姐的无常丹是可以趁着人死3日之内灵魂未散，招魂入体，让人复活，但那是保证躯体完好的情况下。化骨散如同复古之躯，哪怕我死了，也会继续将我的筋骨腐蚀殆尽。君时月苦思片刻，
脑海中闪过2个可尝试的计划，起身对君独优道：“我有办法救你，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你再坚持一下，我会尽快回来。”长生录上记载过，魔气可以毁灭一切，吞噬一切，只要将化骨伞逼至一处，然后再以沾染了魔气的长针刺入，化骨伞就会被魔气完全吞噬掉。想要魔气，只能去找帝释迦，只要有他一滴血，其中侵染的魔气就足够了。君时月来到翡翠谷，帝释迦说他只要亲一下他的画像，他就会出现。君时月撇撇嘴，无奈地亲了上去，说好的亲一亲就可以将他召唤出来呢，这根本不管用啊。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前夜帝释迦在云梦湖边说过的话，亲嘴。看来亲着画像的衣服是不行的，去亲画像上男人的唇瓣。别亲画像了，本座在这里。顺势吻住他的脸蛋，搂着他耳鬓厮磨，演变成炙热的深吻，肆意缠绵。1天不见就想本座？借着这个机会，惊叫着，额头用力撞向帝释迦的鼻子，这一撞绝对能将他的鼻子撞出血。他则万分惊恐的、愧疚的掏出丝帕帮他擦血，回去后再将丝帕中的血溶开，涂抹在银针上，就大功告成了。傻丫头，上疼了吧？本座给你揉揉，下回要注意，别再莽撞了。君时月咬咬牙，一计不成，他还有下一计。帝尊大人，我给你泡茶喝好不好？他拉着男人朝暗机走去。君时月早将银针插在了蒲团里，那针尖上沾染了他的鲜血魔气，就可以拿回去给君独优解毒了。帝释迦却突然微微一笑，在另外一个蒲团上优雅地坐了下来。君时月心想道：让你做有针的，你偏偏做没针的，真不配合。坐。好在针扎得比较偏，只要避开坐就好了。我靠！刚刚还好好的蒲团上，此刻居然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针尖儿。怎么不做？帝释迦轻嗤一声，手一招，那扎满了针的蒲团就飘了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应该本座问你才对。想刺伤本座，1根针不嫌少吗？我想要你的一滴血。哦，君独优中了化骨伞，我想以魔气为他解毒，只要你的一滴血就足够了。你很在乎那个小崽子，为了他不惜得罪本座。他算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当然在乎。至于得罪，瞅你这话说的，一尊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吗？会为了这点小事跟我生气吗？扎一下又不会很疼，是吧？啊？本座可以不追究你，但你想要本座的血，也得付出代价。什么代价？陪本座睡一晚。本座说的睡，可不是像你之前那样闭上眼睛就睡觉，该做到的都要做。好，我给你做全套。君时月将男人拉到床榻上躺好，我要开始了哟，这叫睡前按摩，请你闭上眼睛，听我的，很快就会有惊喜。君时月看到男人一言合谋，轻轻按过他的穴道。然而这套点穴催眠术，君时月前世可是研究了很久很久，是他生平学过的最神奇的术法之一。其神奇之处就在于它可以让人做一个好梦，想要啥就能梦见啥。1刻钟后，君时月望着某禽兽沉睡的面庞，他用银针扎帝释迦的时候，他忽然唤了一声月儿。查清楚了。那个梦依然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凉薄的唇瓣因此若有似无的弧度。启禀尊主，今日黑市中唯一一批化骨伞是流向木家的。化骨伞价格昂贵，药效惨无人道，在大周律法中属于级别最高的违禁品，即便是黑市也很难买到。这种危险品竟会出现在君时月附近，尊主自然不放心。何登节那夜，尊主在云梦湖毁了穆家一条楼船，料想是因此迁怒了君姑娘，所以那穆小姐深夜潜入君姑娘的住处，并往那水井中投了化骨伞。唯一奇怪的是，事后穆小姐自己也中了毒，似是被人反将了一军。穆家，哼，听着就让人心烦。尊主的意思是，让穆家消失吧。是，属下这就去办。辉夜下去后，圣座上的男人漫不经心的还想着那个有趣的梦。小东西的把戏真是层出不穷啊，居然能让他做那种梦。倒是他贪恋梦中的光景，导致他诡计得逞。梦里他太乖巧了，让他怎么样就怎么样，极尽旖旎，而且很主动，甚至销魂蚀骨的求着他，还说了一大堆甜蜜又露骨的好听话。某人的禽兽心理得到了大大的满足。帝释迦想，这样美妙有趣的光景可不该只在梦里，他要让它变成现实。这一夜对天悦城来说是极不平凡的。天悦城4大世家之一的穆家突然起了冲天大火，真是太蠢了，简直让我不忍直视。辉夜大人侠义心肠，还放了穆家那些无辜的妇孺。
此等屠杀灭门的任务，就应该交给青州。那家伙一向歹毒，做这种事情，再合适不过了。右护法大人，传说中的右护法青咒，他还从未见过。不过若是换成他来做这件事情，估计穆家连一只鸡都够不下。姐姐，我没事了。军师月松了一口气，化骨散的毒已经解决了。军师月将穆山儿被白蟒惊吓的事情告诉了军毒幽。这件事情太古怪了，且不说那白蟒究竟藏在哪里，他跑到穆山儿面前却又没咬他，真奇葩。你以为蟒蛇是什么都愿意咬的吗？哼，蛇咬人还要挑挑拣拣。姐姐说过，那白蟒生得很漂亮，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长得好看难免会有优越感，因此而挑食。像穆小姐那样的人，我猜白蟒是不愿意吃她的。见到本座可开心了？你有听说过老鼠见了猫会开心的？的确如此。当老鼠你觉得不公平，那让你当猫，你可愿意？啊？按着他，让他趴枕在他的腿上，就是单纯的将他当成猫，舒服吗？来，学一声猫叫听听。我叫你大爷！军师月刚要爆粗口，男人的手突然滑到了他的腰眼上。军师月气鼓鼓的推开他。我不是猫。本座不是来找猫的。那你是来？你让本座做那样的梦，难道不是在邀请本座？大哥，你做什么梦怪不得我啊，我只是让你入眠。看来你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了。走，带你去回忆一下。帝释迦竟将他带到了翡翠谷碧落仙居，这里清静。穆家失火是你做的？不是。既然不是帝释迦做的，他就放心了。是辉夜做的，本座只让他杀人，可没让他放火。帝尊，有些事情是穆小姐一个人的过错，让整个穆家陪葬未免太残酷。穆家有很多人，其实罪不至死的。以后若再有这样的事情，希望你能三思。你以为本座有多少耐心？难道还要去穆家挨个挑选谁该死谁不该？别再想穆家的事情了。然而下一秒，突然就拨开了衣袍。你发誓绝不勾引本座？那本座身上那些痕迹又是哪里来的？酒后乱性是人之常情，本座不愿你因此自责，才好心欺瞒。某人气定神闲的鬼话连篇。那夜的缠绵，他原本也没打算一直瞒着他。你一早就销毁了我身上的痕迹，对吧？你把我身上的红痕都抹去了，只留下了你自己的，伪造出一种我才是禽兽的假象。就算如此，你也该知道，你对本座并没有你所说的那么抗拒，甚至那夜本座还感受到你的热情。你敢说你只是逼不得已，为了自保？你敢说你做这些却从未喜欢本座？不敢。如此，你是承认喜欢本座了。今日你若是无法证明自己的真心，就别想离开这碧落仙居。你要我如何证明？自己想。帝释迦还能想要什么？那绝对是气大活好的典范啊！虽然没啥节制，妈蛋，就当是嫖男妓了，谁怕谁啊！再回想起那晚的情形，居然还有点怀念。死傲娇的手感是真好啊！佳佳，我们来做爱做的事情吧。想要故技重施，你可考虑清楚。军师月冷笑，也不跟帝释迦废话，直接扑了上去。果冻般香甜的吻，不会后悔。当然，不过你得让我主导。都依你。然而军师月原本想当一回老司机，结果车一开他就后悔了。这车他没法开，帝释迦的车根本不是他打算开的幼儿园车，而是要命的过山车。他想下车，可是某人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有夜风吹入，窗外的夜空喧嚣璀璨，银河卷着漫天星子流转，池中的睡莲也在长夜中寂寂地开了几朵。天将明时，军师月瘫痪在男人怀里，庆幸着自己还活着。两个人的身上都氤氲着水汽和花瓣的清香，因为后来他又被帝释迦抱去温泉沐浴。当他以为今晚的节目已经落幕，可以歇息了，谁知沐浴时胳膊不小心撞到岩石，哼了一声，就立刻被帝释迦抓住把柄，说他这是在引诱他，然后直接在天池里将他这样那样了一番，还逼着他喊了他夫君。那时军师月才明白，原来他不许他叫帝尊，也不许他唤他性命，其实是听他叫夫君的。他不肯，他就不放过他，故意折磨，还在他耳边说了很多那样的话，让他的脸红到爆炸，迫不得已只能遂了他的愿。现在他又抱着他一起睡，军师月的眼皮已经沉重到睁不开了，意识却有些凌乱，只要闭上眼睛，脑海里都是帝释迦的脸和神态，令人心悸。睡不着。沙哑低沉的嗓音从头顶传来，虽然只有简单的3个字，但是军师月敏锐地听出了隐含的潜台词，既然睡不着，那就继续。
军师月一个机灵，赶紧一动不动地装死。然后他听见男人意味深长地哼笑了一声，掌心浮上他的脊背，如温泉般的真气灌入他的经脉，让他沉沉睡去。翡翠谷清幽静谧，远方的天悦城却已经炸开了锅。破晓之时，穆家的大火才熄灭，同时消息已经不胫而走，原来这场大火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穆家是被灭门了。一时间人心惶惶，都在猜测穆家究竟得罪了谁。帝释家醒来之后，眸光从房间里淡淡的搜寻了一圈，人去楼空，睡过就跑，真是坏习惯。帝释家起身，直接拂衣走入庭院，天池里清波荡漾，如同昨夜的缠绵。不是跑了吗？为何回来？误会，我是去给你买早点了。怎么样，惊不惊喜？军师月挑眉，他原本不想买的，但是转念一想，自己溜走后又跑回去，十有八九会遭到责问，倒不如谎称是特意给他买早点去了，毕竟让帝释家高兴，对他只有好处。男人深邃的眸光闪烁了一下，唇角勾起漂亮的弧度，满意又得意。下次别再跑出去了，想吃什么让辉夜去买。对了，辉夜在穆家杀人放火，没留下罪证吧？因何这样问？你在担心本座会被人寻仇？我知道你不会把穆家放在眼里，但是现在我的一个堂姐，也就是穆家的外孙女，突然被封王妃，如此一来，穆家变成了皇室远亲。倘若被人查出穆家灭门是圣灵宫所为，会给你带来麻烦吧？你不是反对这种灭门的行为吗？怎么还来通风报信？瞧你这话说的，我的确无法认同你草菅人命的习惯，但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比起穆家，我跟你的关系更好，自然要替你考虑啊。再说了，你是因为我才对穆家动手的，若是因此惹来了麻烦，我也过意不去了。玉儿，你傻的时候当真可爱。我跟你说正事呢，你能不能正经点？作为皇室，从来不在本座眼中。军师月心下想到，大哥，我知道你一向傲娇屌炸天，但是也不能这么猖狂吧？在你看来，大周皇室很了不起了？这嘛，好歹是统治者，要我说，咱们还是大事化小，别得罪的好。帝释家听罢，眼波微沉，这个小东西是第一天来轩辕大陆吗？居然以为他会忌惮一个世俗国家，哼！岂知他若有心想要天下，又有何难呢？那若是大周皇室质问穆家之事，向你讨要说法，你打算怎么办？他们不会，这件事自会有人去善后。他伸手将他揽进怀里。玉儿，你跟本座在一起，什么都不用担心。怎么，到现在你依旧害怕本座？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开始希望他对他的好都是发自内心的。他希望军师月无论是给他做莲花酥还是买早餐，都是心甘情愿的，而不是单纯的为了讨好他。你修为高，又习惯正视其人，我怎么能不小心对待呢？你不必如此，你看昨夜本座都已经这么欺负，本座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我了个去啊！军师月听见了什么？昨夜他任他欺负？昨夜他可是全程清醒的，发生的一切他都一清二楚。帝释家是以为他是傻子吗？还说这种颠倒是非的话来蛊惑他？你再说一遍。哼，你说你腰在上面，本座也允你了，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一切？军师月的心里只能是呵。起初的确是他思路骤变，突然想开了，决定潇洒风流做人，干脆将他当成男宠，好生糟蹋一番，获得心灵上的满足和报复。心想，让你一直想拿老子当暖床工具，现在没想到吧？要睡也是老子在上面睡你。一切就那样和谐的发生了。谁知等到彻一上路，他就立刻露出了本来面目，位置很快颠倒，他游刃有余，肆意掠夺，他技不如人，辗转求饶。帝孙大人，你知道什么叫占了便宜还卖乖吗？帝孙大人，你昨晚可不是这么叫本座的。那个称呼是你强迫我叫着玩的，当时情况特殊，我不得不叫，你可不要当真啊。帝释家眸色一沉，一声夫君对他来说就只是叫着玩而已。这小东西可真渣呀！本来就是嘛，床上说的话哪能算数？不算数。帝释家阴鸷地笑了一下，军师月诚然的态度竟让他有了一种诡异的挫败感，仿佛在这段关系里他才是被玩弄的那个。他不信这小东西对他毫不动心。看来施教的次数太少，没能让你养成习惯，以后夜夜都这样，自然就算数了。夫君，我错了。妈蛋，帝释家的节操早已离家出走，跟这种人他还有什么好较劲的？识时务为俊杰啊！帝释家哼笑一声，垂眸望着他一脸憋屈的模样，心中却蓦然柔软了一下，又好气又好笑，竟有点不知该拿他怎么办才好。也罢，称呼什么本座就不与你计较，毕竟来日方长，本座的好你以后也会慢慢知晓。明明是姿态极其温存的一句话，
军师月却听出了满满的邪恶狂狷的味道，后背窜起酥麻的寒意，心里将头摇成拨浪鼓，提醒自己冷静。你一个没灵根的小透明，怎么能想着和修为高到没品的大魔王处对象呢？7日之后，君家大小姐君诗雅衣锦还乡。雅儿，穆夫人激动地上前握住女儿的双手。别哭了，娘，我都知道了。穆家的事情我已经跟武王爷说过，大理寺会派专人来协助咱们断案，无论灭门凶手是谁，都必须付出代价。突然，一个老叫花子从斜刺里窜了出来，拦路乞讨。老爷家里是有喜事了呀！恭喜恭喜，给2个赏钱呗！滚开！怎么看得下？这种老东西还不赶紧撵走，脏了君府门楣！回了，老爷，这老叫花子这2日一直在大门前赖着，我们驱赶了很多次，可谁知他又回来了。军师月远远望着他们，的确，这个老乞丐是最近出现的，他也不去别处乞讨，就一门心思在君家附近晃悠。这么大的一个世家，有钱有势，却连一点仁爱济贫之心都没有。你爹当年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呀？哪来的老疯子？我爹怎么教我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提起员工，挥袖一扇，罡风凌厉迎面扇来，老叫花被打了个正着。天了噜，这老大爷死了！老叫花一怔，旋即明白过来，立刻配合他碰瓷，头一歪，没了动静。家主，你怎能这么愣啊？他虽然是个乞丐，但也是一条人命。大周律法规定，杀人是要下大狱的，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君家主这是当街杀人啊，厉害了！这不会吧？他刚刚不过用劲儿扇了一下，怎么就死去了呢？小姐，这老叫花口唇青紫，口中无血，由此看来，并非死于家主的攻击，而是本来就患有心闭之症，刚刚摔了一下，恰好发作，这才身亡的。言外之意，君路海不是凶手。既然如此，就让人将他好生安葬吧。说的没错，我这就去账房支100两银子，买个帛棺将他葬下。君诗雅不动声色地看了君时月一眼。几年不见，妹妹机灵了很多呢。君时月嘿嘿一笑。无人的小巷里，君时月将100两银子递给老乞丐。这些碰瓷的钱你拿去买个草屋，安稳度日吧。小姑娘，这不认不识的，你为啥要帮我呀？不为啥，就是看不惯他们仗势欺人。他走后，老乞丐才抬了抬手上的破斗笠，白眉之下的双眼将露出2道顽皮的金光。10几年没回天月城了，物是人非，这里的一切还真得好好熟悉一下。穆家的事情都处理好了？是，尊主放心，青州已将事情压下去了，这种事情对他来说就是一句话而已。同时暗叹，尊主近日真是百无聊赖啊，居然过问起这等小事来了。尊主近日心情不大好，是又在想青姑娘，因此而烦心了吧？是吗？本座怎么没觉得想她？尊主以前是没有烦心事的，但自从君姑娘出现就有了。那小东西没心没肺，实在可恨。这些时日，本座没去找她，她也不难过，反倒潇洒得很。君姑娘一个人丰衣足食，想干嘛就干嘛，也没人能管制她。可一旦到了尊主身边，那就得小心做人，哪句话没说好，尊主就很生气，后果就很严重。所以对于君姑娘这种看重自由的人来说，待在君府自然更乐呵一些。尊主想让她放弃原有的自由生活，怕是很难。难道本座就由着她在外面潇洒？属下倒是有个主意，或许能让君姑娘心甘情愿地搬来尊主身边住。尊主，昨日京中献来一箱奇珍异草，都是炼丹修行的良药，正符合君姑娘的需求。尊主可命人将此箱宝物投掷于天月城外山脚下，必然会引起众人的激烈争夺，君姑娘也会因此来围观。但最后这箱宝藏肯定是能者得之，会落在某个世家手里，比如楚家或者云家。君姑娘想要也抢不到，等到最后关头，您戴着这个面具，像盖世英雄一样，踩着七彩祥云，轰的一声从天而降，当众夺下宝藏送给君姑娘。厉世家听的是一脸黑线。君诗雅在府中安顿好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穆家灭门的真相。君小姐，下官已经查明，作案的乃是一群山贼，现在都已认罪服诛，还请君小姐节哀。荒唐！区区山贼能灭我外公家满门？你们这分明就是敷衍了事。去接着查，若是查不出真凶，我会让王爷弹劾大理寺，治你们办案不力之罪。君小姐，这桩案子不是我们敷衍，而是实在不能再查了。什么意思？朝中有贵人指示，此案查不得，须得尽快了结。还望小姐理解下官的难处。这件案子是武王爷让你们查的，是什么贵人？说的话难道比武王爷还有分量？两名官员沉默不语，而君诗雅说完这句话，也陷入了沉思。
这2名官员选择听从那位贵人的吩咐，违背武王爷，自然证明那人的话比武王爷更有分量啊。我知道了，你们走吧。